说话费劲。欢迎 Seven， 欢迎鱼子酱，你今天咋纯素颜？偶尔让你们看看素颜也没什么不好嘛。其次就是我确实这几天没有什么激情，我干什么事情都没有激情，你知道吗？然后我今天又感冒了，不对，我昨天晚上感冒的，嗓子痛，就是诸多的事情堆在一起之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欢迎鱼子酱，欢迎安然失笑，欢迎风声念，谢谢家人们的灯牌，谢谢为你闪耀，谢谢。对啊，我感冒了的嘛，感冒了嗓子当然不对喽。什么对生活拿出点，我拿不出啊。看起来憔悴就对了，我是挺憔悴的，虽然我不知道我憔悴在哪里啊，但是挺憔悴的。我拿不出激情啊！我现在我坐在家里面，我都可以，我都会一直发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有点绝望啊！就是，我东西呢？不是，算了。欢迎小贼沐风，欢迎 Devil， 欢迎释然，欢迎水玉，然后欢迎欢迎这个英文的朋友啊，不会念啊。什么眼镜控狂喜？我的眼睛好看吗？谢谢 Devil 灯牌。晚上好，欢迎二哥，欢迎生肖末。哇，你那还给我发的高级弹幕啊，这么好，还给我发高级弹幕，谢谢你。晚上好。我是什么东西被我放到哪儿去了吗？哦，找到了，没事了。欢迎蛐蛐，欢迎王小贱，谢谢二哥的灯牌为你闪耀，谢谢。很没有激情啊！现在就是一个很没有激情的小翁啊，很没有激情啊！我本来想带这个的，谭主任给我买了一个这个。欢迎小蝶，怎么感觉你好累啊？大家应该都挺累的吧？谁这个世界谁会不累呢？谢谢二哥的灯牌为你闪耀，谢谢蛐蛐的灯牌。是不是怎么转飞了？是不是现在抖音也不太好做？它什么都不好做。你以为只是抖音吗？什么都不好做。现在有什么好做的啊？谁能告诉我现在有什么好做的？能好做到让我改行，我一定会谢谢你的。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是好做的，家人们。这不是小风车，这是那个大脑加载中。声音不对劲就对了。谢谢家人们灯牌。本来想把这个加在头上直播的，但是头上不扎一个，直接加不上去。我看网上有卖发箍款啊，感觉发箍款会好一点。这个我有点加不上去啊，就是大脑加载中，我的大脑加载中。谢谢，欢迎生命树，欢迎，谢谢生命树灯牌，谢谢鱼子酱灯牌，谢谢大魔猴灯牌。哆啦 A 风，哈哈。你试试吃一顿爆辣火锅。欢迎小颖，晚上好。我吃什么爆辣火锅？首先我不是很能吃辣，其次我不爱吃很辣的东西。你让我吃爆辣火锅，你是让我死吗？其三我感冒了，我嗓子痛啊！你让我吃爆辣火锅是想怎样？我对爆辣的东西不感兴趣，谢谢。我对爆辣的东西不感兴趣。看着今天的风姐好疲惫，我已经疲惫很久了。呵呵。小峰8月9到10号漫展来不来？他邀请了我，我才会去啊。他不邀请我，我怎么去？朋友，你们问我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家都没邀请我，我又不是那个地方的，我怎么去嘛？我该如何去？
你们也知道，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做亏本的买卖噻，这个道理大家还是懂的吧？除非是我本地的漫展啊，本地的漫展的话，我要是有空还是会去玩一下的，就弄比较近的，就本地的。欢迎，谢谢小影灯牌，谢谢柯蒂灯牌，欢迎柯蒂。最近这个头饰很火啊，唐叔就给我整了一个，欢迎 UD， 谢谢 UD 灯牌。这抽什么奖啊？这唐主是我的抽什么奖？什么？不敢听，你得听，你怎么就不敢听？摘眼镜戳的你自己眼睛痛，你什么需要爱情的滋润，不需要爱情的滋润朋友，欢迎神秘人，欢迎有粉，欢迎家人们，欢迎来新月。你们是你性缘脑吗？朋友，你是性缘脑吗？啊？你是没有爱情活不下去吗？你是恋爱脑吧？你是不是恋爱脑？你告诉我，不要当恋爱脑啊！恋爱脑没有好下场。谢谢，而且我不缺感情，好吗？而且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被左右啊！谢谢 UD 的灯牌，谢谢灯牌，谢谢我粉灯牌，谢谢梁轩灯牌，谢谢不爱吃菜点下粉丝团，不爱吃菜的菜，谢谢哦，欢迎训读老师，晚上好，谢谢训读老师的灯牌，谢谢。你戴隐形眼镜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去练习的，但是我就还好啊，我第一次戴都非常的顺畅，可能就是天赋异禀吧。我第一次戴美瞳的时候就非常的顺畅，一戴就戴上去，一取就取下来了。而且我喜欢用手啊，我不喜欢用工具我用不来，我喜欢用手。姐怎么叫上姐咋了？咋的？咋了？欢迎大球跳一下，欢迎家人们，欢迎 MP，晚上好，谢谢 MP 的灯牌。你戴的时候用工具，摘用手。我不管是戴还是摘，我都用的手，我不用工具啊，我不爱用工具，我用不来。谢谢 MP 的灯牌，11个为你闪耀。没事儿，你多戴几次就习惯了。美瞳这个东西嘛，哎呀，不熟悉的东西你熟能生巧就好啦。欢迎马有马金云，嗨，金云在呢。欢迎云林，谢谢灯牌。尝试戴美瞳，一拳给那儿哥们儿啊，什么意思？就是别人给你戴，然后你不舒服，给他一拳挠死了是吧？你啊，眼镜回来了，对，眼镜回来了，我真的不能再。而且我最近真的不能再化妆戴美瞳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眼睛不是很好，我觉得我的脸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我现在嗓子也不是很好，哪都不是很好。而我最近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视频啊，我对于我拍什么视频也很迷茫，我都不想更新了。我现在是一种，家人们现在是一种不想更新、不想直播、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然后饭也不想吃的状态，就是我感觉我对吃饭也没什么兴趣，吃2口就不想吃了。尝试戴美瞳，什么？哦，现在不敢尝试了，哈哈。欢迎菜兔兔，晚上好，欢迎雪兰山，阿玛特拉斯，你要干什么？欢迎呆呆，谢谢呆呆灯牌，谢谢呆呆11个问题闪耀，挺好啥？哪个什么好？你说我戴眼镜挺好吗？谢谢呆呆的问题闪耀，第一回自己戴不到1个小时戴上了，加油！你要做到几秒钟之内戴上啊，或者几分钟之内都行，1个小时还是太长了。你们峰姐天赋异禀，第一次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一戴就戴上了，根本不需要花时间。这是取下来的时候，我稍微的花了一丢丢时间。你们峰姐戴美瞳这方面啊，天赋异禀。我不想出步惊云，我不喜欢。谢谢冰冰的灯牌，欢迎唐主任，欢迎冰冰，欢迎唐主任，谢谢唐主任，闪烁星河，星光闪耀。欢迎你道馆，欢迎右桑，
我最近睡好了吗？我感觉我睡的还是挺多的。谢谢菜叔叔点点星光。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毁灭吧。谁改名叫毁灭吧？谁？我想毁灭，能不能让我毁灭啊？让我毁灭吧，好吧。谢谢七种龙灯牌。听说你的啊，你什么东西？你的脚会发光？什么东西啊？你在说什么啊？欢迎凝视导演。第一回带了很正常，很多人都是啊，所以我跟你说，你峰姐天赋异禀嘛。很多人带美瞳都是可能几个小时、2个小时带不进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们峰姐就是天赋异禀，不要跟我比啊，我一带就带进去了。你当时真怕你带135，你要是不会带，你可以让庄娘帮忙给你带啊，你让庄娘帮忙给你带。无精打采的峰姐，对，无精打采的峰姐，对，没办法，峰姐最近比较迷茫啊，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欢迎涛弟，晚上好，谢谢涛弟灯牌。而且我感冒了，有点嗓子痛嘛，所以我也不敢太怎么说话，不然不舒服。我就只能轻轻讲，然后还有点低烧吧，其实。来学什么？你要学习一整天，那很好了。今天日常戴隐形，隐形眼镜多戴没关系，美瞳的话就少戴哦，美瞳少戴，隐形眼镜你平时多戴没什么。谢谢阿斯巴苦的大墨镜，谢谢。今天没有状态就没有搞礼物栏啊，所以就没有那个什么了。谢谢阿斯巴苦的灯牌。欢迎空格，谢谢灯牌啊，不，谢谢阿斯巴苦的大墨镜，对不起，谢谢阿斯巴苦的大墨镜，我脑子都不太好了，脑子不好使。什么聊带孩子，我也没带过，怎么聊？我没带过。欢迎 LY， 欢迎白白，谢谢白白点亮粉丝团，谢谢酸辣主持灯牌，晚上好。那个庄娘是你女朋友哦，那很好啦，谢谢白总的灯牌。我现在这叫温柔吗？人都快死了。昨天出太乙的时候，庄良老师给你带的。哦呼，那他给你带了多久啊？他给你带了多久？他说要让你用一辈子偿还他1拳。那没办法了，哼。那你这一辈子好好还哦。哟，老辈子，嗨，老辈子你好啊，老辈子你好吗？你好吗？我不太好，你好吗？素颜，哈哈，对，素颜，对。峰姐今天十分呆萌，好，谢谢你，欢迎手一智能科技。你啷个回事？啊？可以分为几个大类：一是低烧，2是嗓子痛，3是脑壳有点晕，4是什么呢？哦，谢谢释然的棒棒糖。然后其次就是最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激情。就是最近我对我生活的态度是，这也没有这也没什么激情，那也没什么这激情，这也不想做，那也不想做，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知道吧？感觉失去了梦想啊，家人们，我失去了梦想。我最近失去了梦想，家人们，失去了梦想，哈哈哈，谁懂啊？失去了梦想啊！谢酸了图是10个小心，谢米小圈的牌。哟，欢迎一木老师，晚上好。嘿呀，真不好意思了，一木老师难得来直播间看一次，就看见了憔悴的峰姐。竟然是憔悴的峰姐，是密码筛了，一木老师。昨天好多人找你集邮，神爽！我跟你讲，你出的那个太乙真人出的巨像，好吗？我都想跟你集邮了。早知道应该让你远程跟我集个邮的。哎，我说真的，我应该让你远程跟我集个邮。可恶！谢谢妙全灯牌，谢谢樱木老师的闪烁星河星光闪耀，谢谢樱木老师，哈，谢谢你。给你带不到5分钟带完了，有经验就不一样。什么？
那你拨个锤子睡觉去了？我不睡，怎样？我就是还是要让大家，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还要播呢？因为这样就是我播一下你们才知道我活着呀，我得让你们知道我还活着呀，所以我得播一下。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硬度什么玩意儿？谢谢英文老师新守护。哎呦，反应有点慢啊，斯密马赛，反应有点慢。欢迎 LOSE，不会念英文。谢谢英文老师新守护，谢谢英文老师，感谢英文老师的新守护呀，新守护耶！等一下加个音效，耶，挺可爱的。谢谢 MP， 谢谢 MP 的夸夸，谢谢呆呆的玫瑰，谢谢欢迎创。这人咋了？没有人惹我呀，这人我就是最近突然的迷茫罢了。你们知道的人，他每个月总有那么总有一段时间会迷茫啊，很正常，很正常。凤姐一般迷茫的时候，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也不就是感觉干这个也没劲，干那个也没劲。那有什么？有个人来找你基友，说你什么？说你手难得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小影出的太乙真人，出的巨像，小影出太乙真人巨像。欢迎，你不要猜。然后再加上你们峰姐这两天本来就迷茫啊，然后呢，然后又吹空调吹多了，就是迷茫了之后给自己在家里吹空调吹多了。然后给自己吹成低烧了，给自己吹成了低烧，嗓子也痛啊，所以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耶，我不能这样，我只能耶，哇，来，我们现在小风嗨起来是这样的，哦耶，欢迎 UD， 谢谢为你表彩灯牌，谢谢云。点亮粉丝团，发型不赖，包的，而且我现在发型我不想自己那么卷了，所以现在刻意的没有去弄什么卷，它就是自己保留的一点点卷，它上面其实都已经是直发了。但是我要是拍视频或者我去活动的话，我还是会把上面卷一下下。我感觉我可能再过段时间又要去给它稍微烫个卷了，我感觉。什么能量低呀？啊，最近是挺低能量的。什么？我素颜，什么美颜忘开了？我开了的，但是我没化妆啊。迷茫，你迷茫那我就要去打一个人了。你要打谁？你打他干嘛？不是，你要打谁呀？你要去打一个人，那你把他打死，你把他输，你把他。你打他也没用啊！你打他有什么用？你打他有什么用？笑死！今天的峰姐是单田芳风格。嗨，对，没错，今天小峰今天小峰是这个嗓叫什么嗓音啊？今天小峰的嗓音，今天是温柔小峰啊，今天是久违的温柔小峰。你周围几个同事都感冒了，呵呵。找个那个找你基友的，看你贴了肉色胶带，说你手难得啊，挺好的嘛，是挺手难得的，挺好的，很棒啊，很棒啊，很棒啊，我们的小颖同学很棒啊，谢谢小死的灯牌，戴眼镜的姐好像老师，哈哈哈，先打再说啊，打他也没用，什么一起打他也没用啊。刚忙完我家饭店的事，辛苦啦！像大熊的妈妈，大熊的妈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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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牙，其实我两边都有虎牙，但是我这里的比较明显一点。风老师在呢。主要我不是手懒的，我是不贴胶带，感觉好羞耻。贴一下挺好的，真挺好的，挺好的，这样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挺好的。玩像你小学班主任。开课了，家人们，开课了。那个什么峰姐班开课。最近17在问我，他们本来还在叫我，因为我最近比较迷茫。17他们那个团播本来还在问我30号有没有空去打他们的什么公会赛哦，然后我说我没空，因为我有点迷茫。而且确实最近月底确实也比较忙哈，我就跟他们说我没空。其一是没空吧，其二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小颖出 cos 了，她出那个太乙真人，小颖出了那个那个哪吒里面那个太乙真人，他师傅啊，对，出的可像了，一文老师可好看了，简直就是本人，你知道吗？我们小颖还专门去找了一个妆娘化妆，就是搞得还蛮专业的。好想给你们看呀，可不可以？哎，小颖可不可以给他们看呀？可不可以给他们看你出的怎么样啊？哎，小颖还在吗？小颖不在。好想给你们看，他给我发了照片的，出的很好，简直就是太乙真人本人。他应该拍点视频的，但是他第一次出 cos 可能比较羞耻吧。他也没有拍太多的照片、视频什么的。什么我当老师，那你我当老师会把你们教坏的，不要让我当老师。谢谢呆呆人气票，让我当老师，你们不完蛋啦？我当老师，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发型。我以前什么发型？以前黑长直双马尾的时候吗？嗨，阿姨，嗨，你好呀，小朋友。论我姐对人这么好，都愿意跟你学，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我真不会教学生啊！你让我教学生，那虽然我以前也是教过学生的，大家应该比较熟的可能会知道，我以前是学乐器的吧，最早的时候。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老师就让我帮他代课，所以其实我高中就有古筝代课经验啊，但是我后面就没怎么那个啥了，没往那条路上走。我高中的时候经常帮我的老师代课，你们懂吗？其实我很慌啊，因为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下面坐着的都是初中生或者小学生，但大部分都是初中吧，只是。然后一般上课的时候，就是家长会在旁边坐着看，尤其是那种学乐器的，就是家长会陪着你上课，你上多久，家长在旁边坐多久。我就压力很大，你们知道吗？不是，就是我都还只是个高中生啊，我都怕那些家长骂我，你们知道吗？欢迎嫣嫣，我都怕那些家长骂我，毕竟人家上课是要花钱的，虽然那个钱进的也不是我的口袋哈，进的不是我的口袋，但是总归人家是花了钱的。我当时就是，我还带他们去打比赛。因为当时因为我们老师很忙，他有时候没空，然后呢，我又是从小跟在他身边的，我从学前班，就是我小学之前就差不多在跟着他学了，就是我从学前班一直跟着他学，一直学到高中，你懂吧？就是从小跟着的。然后他有时候没空哈。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组了那种民乐团，就是那种大家要出去打比赛，然后就喊我代课，带着大家练。我说啊，哦天哪！
受不了。风总看哆啦 A 梦吗？看呀，欢迎杨伟伟。哆啦 A 梦看呀，怎么不看？看呀。什么中本大师姐？没有。跆拳道的时候也一样会帮小孩压腿啥的。不是，我是真的要上课，我都不是说只是带一带这么简单。怎么又开始对不起了？一文老师，你咋了？这是大师姐呆脚小师妹，咋都开始过电影了？什么过电影？我们没有聊电影啊。哦，你是说人生幻灯片是吧？我开始走马灯了是吧？我在走马灯。然后不是你让我带我同样乐器的都罢了啊，就是我们古筝一起去比赛的嘛。你说我是学这个的嘛，带这个都还好。后面在学校，就是在那个老师的学校里面，我们组了一个那种民乐团，里面又有古筝，然后又有吹长笛的，然后又有扬琴的、打鼓的，然后又有弹琵琶的，就是搞这个搞那个的都有啊。他也让我带，我说，我怎么带？就是他让我，就是因为每一个段落不一样，你知道，就是你知道那种民乐团，就是里面的大不一样嘛，就是大家要组合在一起，就是大家弹的地方肯定不是一模一样的音嘛。而且我只会古筝啊，我不会别的呀。闪光少女乐队，你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我们不叫那个名字啊。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谢谢你们老师，谢谢你的星光庄园，好突然的星光庄园呀！这是你奖励给我，这是你给我代课的奖励吗？谢谢你们老师星光庄园，谢谢大家吃我灯牌。什么卡尔是只猫。小风注意身体，兔子坐火箭回月球了。好，拜拜，菜兔兔，拜拜。小风打扮成音乐老师会不会有违和？不知道啊。欢迎来吃我，欢迎家人们。这是给乐队梗的奖励，谢谢你，乐队梗的奖励，谢谢音乐老师。我这个人对，就是我感觉我和民族一类的东西还是有点缘分的。虽然我个人我自己其实并不是想要走这个方向的人，但是从小到大，不管是汉服啊，还是什么，是民族乐器，还是那种国风歌曲，还是国风舞蹈，我感觉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缘分。就是我其实我有时候想拼命的。我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想拼命的摆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很想闯入裸良的圈子啊，我想当一个洛丽塔种草机，然后什么什么的，但是效果甚微，非常的不好，也没有什么商家来找我，反而是我根本就没有努力的情况下，有汉服商家来找我，不是你们懂吗？我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努力。只是我努力的东西我得不到，我不努力的东西自动来找我，什么意思啊？我大学的时候就很迷茫啊，因为大学我就很迷茫啊，就是非常的迷茫。哎呦，我又想起那个老师让我带他们，就是带那个打鼓的，还有吹笛子的他们的，我不会吹啊，我说我怎么带呢？他说没事儿，你就帮他们看看节奏和那个音对不对就行了。因为我这个人听音很厉害，就是音准比较好，然后节奏感也比较好。然后呢，他主要是让我去盯他们的音和那个节奏吧，啊，那玩意儿我还是会听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那个东西怎么弹怎么弄。什么守护小风的那只猫，你要守护我的猫猫啊！然后我就咱也不懂啊，我还怕他们说我呢，因为就是你想嘛，你一个不懂的人去教他们。谢谢爱吃我灯牌，然后还行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当时有一个学弟，然后在里面，然后我就教他，就是他啊，
然后他又比较腼腆哈，他又比较腼腆，然后也不怎么爱说话，然后我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我有耐心吗？算，我不知道，我忘了我当时有没有耐心啊，反正就还行吧，嗨。你啥时候出一期什么邪修打扮？什么东西？汉服风比洛丽塔风合适？适合。但是我真的大学就是想当洛丽塔种草机呀！你不要以为洛丽塔就是可爱哈，你们要多去了解一下洛丽塔。你不会以为洛丽塔就只有可爱吧？洛丽塔也有那种御姐、暗黑风什么那种很帅的都有啊。只不过当时我大学的时候确实穿可爱的比较多一点。欢迎蜜酱酱，欢迎喵老师，谢谢喵老师的，谢谢喵老师点亮粉丝团。邪修，这是你头像里的那种啊？我头像里的那种怎么就邪修了？我头像怎么了？多正常。谢谢喵老师的灯牌，谁为你闪耀？谢谢。晚上好，晚上好。谢谢推荐直播间。但是我这个人也不就是对于感情方面的东西，我不太善于发掘，你们知道吗？我不太善于发掘，我会觉得我就是跟你玩的很好，但是我并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的想法，你懂吗？然后就说从我的学生时期一直到我的大学，就是闹过一些乌龙，一些误会，一些误会就显得我像一个，就是有时候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些事情显得我像一个渣女一样，但是其实没有啊，我只是根本意识不到罢了，我真的意识不到。小峰素颜好好看，谢谢你。小峰怎么说话怎么轻声细语细声细语的？哦，因为我嗓子痛，感冒了，嗓子痛。欢迎就医，欢迎麦恩利。因为我嗓子痛啊，所以细声细语的。洛丽塔有个风格叫哥特风，你敢尝试吗？我尝试过啊，这个东西什么叫敢尝试吗？这不就是很正常的风格，谁不敢尝试？敢啊，有什么不敢？哦。有一种渣叫做呆渣，我真的就是呆渣，英文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都很难释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又确确实实的把人家伤害到了，就是啊。我就是一种纯粹的对大家散发出的一种善意，你知道吗？就是单纯的，就是对大家都很好啊，你懂吗？就是一种纯粹的善意。然后有时候就是因为关系好或者是什么的，我想买什么东西我就买了，想送东西我就送了，我就纯粹的自己开心，我就是自己开心，你知道吗？然后。但是他们会误会。谢谢落花人独立的灯牌为你闪耀，谢谢肉肉小星星。这是唱 K 太嗨了吧？不是，我吹空调吹的，我不是唱 K 唱太嗨了。我唱 K 确实是嗨哈，但是我一般我唱 K 唱完嗓子也不是这样，我这是纯吹空调吹的。哥特风比较适合你闺蜜，我闺蜜挺适合哥特风的，确实。好大的闪！电闪雷鸣，你哪里要下暴雨了吗？暗黑风超适合田姐。普度众生，我没有普度，我也没有那么大度啊。普度众生，懂，我一直觉得你会有点呆渣。你们又去唱 K 了吧？是的，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我给你们形容一下我和田姐的唱 K 频次啊。
我搜一下记录，来给你们盘点一下，我们一个月要唱多少回 K。我们是真的对于唱歌是非常的热爱，我们唱 K 超热爱的，非常热爱。我数一下啊，我数一下这个月我们唱了多少次了啊？等一下，我看一下，一次，哎呀，怎么数啊？数不了，因为打关键字不好打。哎，我不数了，因为聊天记录很难搜。就是我们一个月至少要唱至少3次吧，至少3次，就是3次打底，至少3次打底，起拍价3次，然后多的时候甚至每周都要唱，可能会超过4次、5次、6次之类的。因为我们对于唱歌就是有一种就是非常的热爱，我们就是纯热爱，你懂吗？你们懂吗？我们对于唱歌就是纯热爱，真就是纯热爱。什么？我发群里了，看一下什么东西发群里了。我们对于唱歌就是纯热爱。哇哦！你这个闪电还挺酷的。上次唱 K 还是在成都，哇，距离跟喵老师那次生日会唱 K， 我现在都唱了几十次了。至少我跟你们说，我和我闺蜜唱 K 哈，一年可能至少几十次啊，有没有100次我不好说。天天喊我吹壳子，张都不张，喊你吹你吹呀，你吹就完事了呗。喊你们来吹你们就吹，你出去跟你的朋友同事吹壳子，你能保证每一个人都理你吗？搞笑，你爱吹吹，不爱吹拉倒。你们都很久没唱了，大棚里面搞 K 房啊，好麻烦。爱唱歌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只是我爱唱罢了。就是我们有固定的爱唱歌的人的圈子的，就是反正我出去唱歌一般就只会叫我闺蜜，或者说再加一个美语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固定唱歌就2、3个人，每次都是我们去唱，就是一般不会轻易的往我们的唱歌局里面加人的，不然因为我们唱歌就是就是各有各的习惯吧，就是我们都习惯了，就是有一些别人的习惯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跟别人一起唱歌很容易发生矛盾，就是唱完了之后我就要开始跟我的朋友进行一些本次唱歌总结吐槽大会了。谢谢苦苦的糖点亮粉丝团，谢谢苦苦的糖灯牌，恭喜你粉丝团等于升到6级啦。26号山星也来沈阳，哇哦，那很棒了。我们小影还和山星就是拍了拍立得，好爽啊！打雷了，终于打雷了。欢迎小圆，真的哇！风姐姐贴，也就是我现在不怎么接触人了。其实我现在回想我小学我不知道，回想我的高中，回想我的大学，其实我还蛮匪夷所思的。就有时候很想问一下，因为我直播间男生比较多嘛，有时候很想问问你们。谢谢灯牌，谢谢金鱼灯牌。呵呵，就比如说像我高中的时候啊，我会热衷于给我身边
坐的比较近，聊天聊的还关系比较好的人，我会热衷于给他们带吃的喝的，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单纯的开心，我很开心，你知道吗？就是开心，纯开心，你知道吗？我就是然后本来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嘛，然后我就会坐在后面几排，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们就玩，就很自然的会玩成一片嘛，对吧？然后就有时候会给他们带吃的，然后后面发展为带早餐了。我就是纯带早餐，我本来也不是一个多爱吃早餐的人，我有时候会把我的早餐带进去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会自己做早餐，就是我做的很难吃啊，但是他们好像吃的还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很难吃，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做。然后呢，我就天天带，那带习惯了之后，他们也懒得吃饭了，就等着我带吧，就是。谢谢鱼子酱19个小心心。然后什么还是个逗逼呆着，不是？当时他们后面的那一坨人里面有一个首领，我可以这么说吧？你们也知道，就是一群人里面肯定有一个首领，肯定有一个带头的啊。然后呢，他吃的很开心啊，我就天天带，我也天天带。然后大家平时也比较爱开玩笑嘛啊，就比如说就是我前面的男生转身或者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不小心把我的东西弄到地上去了，然后那个带头的男生，你把我姐他们叫我什么来着？我忘了，他们也叫我姐吧，就类似还是兄弟干嘛的，我不知道，我忘了，反正就走过去。你知不知道你把谁的东西弄到地上了？快点捡起来，我给你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一群人把他围着，你知道吗？一群人把他围着。你闯大祸了！谢鱼子酱的29个玫瑰。欢迎吸血鬼，晚上好！欢迎吸血鬼，晚上好！没有，我感冒了，然后又有点低烧，然后最近又很迷茫，然后又不知道然后就是干什么都没劲儿，这是诸多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就成了今天直播间的我啊！因为单是任何一件事我都不会是现在这样。什么以前只会待在房子里，现在变得哪里都想走一走，挺好的呀，都想走一走，挺好的呀。什么自动生成一个大王，一个点子王，一个包打听的。谢谢樱木老师的光之祝福，我服了。谢谢樱木老师的光之祝福，这是你对我故事的认可吗？我还没讲完呢。我在迷茫什么？我要是知道我在迷茫什么，我就不会迷茫了。然后他就会赶紧给我捡起来，就不好意思，对不起，他们叫我什么姐我忘了，因为那个时候应该不会叫我峰姐吧。虽然我小峰这个名号是我小学就开始给自己起的，但是应该没有在班里流行起来吧。谢谢呆呆的喝杯热水啊，我赶紧喝点。谢谢小强灯牌。然后就经常就很搞笑，你知道吗？然后后面我就分班了，要文理分班嘛。恭喜我老师成为榜一大哥。谢谢唐主任的礼话筒。你这放高中男生哪里顶得住？真的吗？我说实话哈，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对我是什么感觉啊？因为我是纯开心，这只是我要讲的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啊，我要给你们讲好多个人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啊。首先就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们是那个人，你们碰到我，你们
你们是什么想法啊？你们也看流星花园？我知道，但我没有怎么看过，但是我知道。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弹幕被吞了，凤姐还是那么碍眼。好好好，快，家人们！你外号原子弹，我小时候还有个外号叫地球仪。我去，还是个群像故事。不是，你们先告诉我，就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儿。如果你们碰到我了，你们是什么感受、感觉，或者对我有什么看法？因为你们是男生嘛，男生比较懂男生嘛，我又不懂。什么撞小峰一会儿连酱酱吗？酱姐在播吗？酱姐在播的话可以啊，可以啊，待会儿去找她呗。可以啊 ，OK 啊。那我得早点去找酱姐，因为酱姐她一般太晚了就不接 PK 了，她就不接了。我也有的好吧。欢迎爱新觉罗，凑点瓜子儿。你还是袁大头，笑死！你不懂，看来一天没出，我出了门的呀，我今天出了门的，我今天就这么出门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最近已经迷茫到可以直接穿睡衣，就我直接这样撒个拖鞋我就出门了，我就这么出门的。我最近就是直接穿个睡衣，戴个眼镜，撒个拖鞋我就出门了，谁管我？你弟弟的外号有意思吧？鸭米酒什么东西啊？谢谢杨微微棒棒糖。你们也不懂，我觉得你们男生应该比较懂男生吧？怎么还能不懂呢？你在群里发什么东西啊？还要看群啊？实至名归。哦，你俩这不打平吗？你俩这不打平吗？你俩这不是，这不打这，你这不是你俩这不是打平吗？你俩这是打平啊！一个极致的杀伤，一个万能通。你难道能懂隔壁女生的心思？但是我多多少少，就是如果我站到那个视角的话，我应该多少能说点东西的吧？因为你们男生都不懂，我就更不懂了呀！你还能祈祷你们都不懂，我还能懂吗？军训的时候，教官喊121，老喊成121，因为很高兴1.9米，给你喊成鸭米酒。哦，这个意思。好，恭喜英文老师，谢，恭喜英文老师，呜！走，先去找完酱姐，再给你们讲故事吧。找完酱姐再跟你们讲故事，好吧？我这故事才讲了很少一部分呢。嗨，哇塞，怎么了？很少难得，就是连 PK 看到凤姐没有化妆。因为我最近很迷茫，我干什么都没劲儿，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我今天又有点，这2天有点低烧，然后嗓子又痛，就变这样了。啊，低烧啊？为什么会低烧？吹空调吹的。是的，没接的记得进图，谢谢10万灯泡。吹空调就感冒了，低烧的呗。对，因为就是最近作息、吃饭什么都很不规律，然后呢，心情也不怎么好。我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我觉得虽然我也是很不规律，但是我可能心态稍微好一点点。我可能就是状态不好，身体抵抗力就会就是会降低的。哎呦，我抵抗力降低就很容易感冒生病之类的。确实啊，就是磁场很重要啊。对，磁场很重要。我最近的磁场不怎么好。那你状态不好，你完全可以休息啊。像我上周状态也不好，我听说了，我听说了。我上周状态不好，我休息了3天。就是我本来那周就是我感觉那周我就只播了1-2天，
我周一当时没播，然后周二、周三播的，然后当时就是不是很好，然后我周三播完，我周四周五周六，反正都是休息。因为我平时本来就不是天天播，隔一天播一次，有时候碰到什么事儿就2天播什么的，然后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今天必须得播一下，不然我感觉我像一个死人一样，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上次我觉得就是我也是，就是很久不播的话，就会有点对，怎么说呢？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还在啊，是让他们感受一下峰姐还活着。我周天播了，我就周4、周5、周6没播，我就3天没播，因为3天没播，我就觉得你好多了。不是，就是觉得好久了，好久了，就是再不播了。虽然也不是很想播，但是好像有点不好了，是吧？对，就是那种良心不安，就是感觉就是良心有一种遭到谴责的感觉很不好。然后我就星期天还是播了。我最近发视频也是啊，没什么激情。我也没。然后我有时候3天不发了之后，我也是很愧疚。1周没发，流量更不好了，我笑死。影响一点。我最近就是我这2天都没发，我打算明天发，但是我依旧没有想好我要发什么，已经失去了梦想，我就是没什么可弄的，我真的是。欢迎小魔，我觉得状态不好，你就可以比如说出去玩一下呀，就是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玩都玩不好，我跟你说，我出去玩一天我累。我就感觉不，因为你如果状态不好的话，比如身体又不好，然后状态又不好，你直播感觉会更不好。然后因为我感觉直播本来就是你要向外输出，如果都不好的话，就感觉对，然后我出去玩也是，我出去玩之后，就是我感觉我是拖着我沉重的身体出去转了一圈，又拖着自己沉重的身体大半夜又回来了，还花了钱花了，然后拖着沉重的身体出去荡了一圈又回来了，花钱找罪受是不是？会变成呆波，是的，所以说你们没发现我最近已经进步了吗？我已经很少给你们呆波了，也就今天。我都是尽量直播间嗨起来的，好吧？我也就今天这样。如果放到去年啊，一文老师知道的，有一段时间啊，如果放到去年，我可能连续可能1周，可能半个月，我都是那种很颓废的状态。确实是，所以说我觉得，要是真的自己状态很不好，就给自己放假，就是不然的话，真的会那个的，就是状态不好就会影响身体，身体不好就会生病，它是个循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来个友谊局？来吧，可以啊。就是随便的那种，来都来了。我们2个吗？还是就我俩吧？完了之后，我回去给他们讲故事了。行，我在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好好奇听听什么故事？这有什么故事？欢迎回天。我在给他们讲我的奇妙情感经历，但不是我的情感经历啊！我在给他们讲，就是别人对于我发生的一些情感经历，但并不是我的情感经历，它并不能归类为我的情感经历。家人们，我们友谊局啊，但是呢，大家随便吧，友谊局啊，友谊局，6秒，咱们好了。算，等会儿加成吧。谢谢 GOE 小皇冠，谢谢杨老师的就宠你呀，谢谢呆呆鲜花，你们好给我面子啊，怎么都不加成，怎么都不双倍一下，这么给我面子。双倍一下，那行，尊重对手，那我们先闭麦了。你天，我还是0，我要好，那闭麦了，待会儿见。我还是0呢，好，都一会儿见。峰姐的旅游压根称不上旅游，我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旅游，我做不到，所以我这个人根本没有办法给自己放松，我根本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放松，可能只有那一天我真的什么都不用干，真正的纯玩儿，都还得看我的情绪。看能不能放松，就比如说我跟我闺蜜出去肯定是纯玩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带着一些拍摄目的出去的。然后呢，有时候我还会在 KTV 里面直播，就都不能叫做我是在纯玩了，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我又很累，
但是呢，我又一定要出去接受一下这个世界。我们还差2个宝子过加成，谢谢喵老师的小心心，谢谢唐主任小心心。存躺1天也很焦虑啊，不是你存躺1天，就是存躺1天的话，我更迷茫了。存躺1天，我更迷茫了。谢谢唐主任小心，谢谢911，谢谢 MP。对不起，你来，不是哥们儿，你道什么歉呢？白总，你怎么道上歉了？我们发生什么了吗？你要给我道歉？你为什么跟我道歉？莫名其妙的，你怎么学他们呀你学他们。我们还有10秒钟就可以开始加成喽。什么？白总要上票了？真的假的？这个意思吗？他来给我道歉，原来是因为要上票呀！那你上吧，我看你要上多少，你上吧，你上吧。回去学个检讨，不少于800字。加成喽，加成喽！白总，你过来干啥呀？你不给你酱姐上票，你来我这里干什么？白总，你不上票，你来我这里干什么？峰哥出门先掂为敬，然后不听指挥，然后心血来潮，然后迷茫，然后卖呆。你没票，你啊？真假的？我们白总厉害，我们白总那天给酱姐展馆点满了，我点进去一看，哇哦，展馆全满，太牛逼了！什么东西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攒钱，下个月还有事情，你得攒点儿。下个月说不定真有用得到的，你攒点呢。哎呀，我嗓子好难受啊，家人们，我嗓子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家人们，我们注意一下守塔啊！注意一下守塔。哦，太好了，这真的是友谊局啊，纯友谊局，太好了。哦，我们首胜拿到了耶，太好了，感谢酱姐。谢谢唐主任的闪耀星辰，谢谢梦爱的灯牌。我们很难得拿一个首胜啊！谢谢喵老师的支持，谢谢唐主任支持，谢谢呆呆的支持，谢谢91，谢谢酸辣吐司，谢谢 MP， 感谢酱姐手下留情了。我真的我要吼疯了！感谢，我说来个墨镜。他们是不是故意的？说，那个来个墨镜啾啾。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因为确实最近大家都挺难的。故意的。算了，理解了。欢迎康宁，要怎么说，峰姐？不怎么说，有一局不怎么说。啊，那行，哇塞，好，哇塞，白嫖到了，也不用做惩罚了，我还以为，挺好的。你刚刚说什么情是谁的情感啊？就是类似于你在你身上发生的，但是那个东西它不属于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的情感史，但是属于别人的。哦，就是类似于你听到的瓜那种吗？就不是，就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呢，我自始至终没有觉得这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别人会那么觉得的故事。哦，有点类似于，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单相思的那种？可能比那个过分一点吧。就是
什么瓜？哇塞！这不是瓜，就是我很迷茫，我在寻求我直播间的家人们，就是我让他们看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啊。我说他们不都是男生吗？男生肯定比女生懂男生啊，不得给我分析一下？男生更懂男生是不是？对呀，你们都不懂，我还能懂啊？我要是懂，我就不会讲故事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吗？还是之前的事情啊？之前的，现在哪儿有啊？现在哪儿有？哇，现在有，那不好吧？不好吧？不好吧？我吓一跳啊！现在有不好吧？吓一跳啊！那就好，行嘞。行嘞，那凤婷讲故事吧。什么东西？下个月真别搞，吃不消了。下个月怎么？他们在说什么？白总说下个月别搞，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别搞，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劝你下个月存点钱，我说真的。为什么？下个月有什么呢？哎那欢迎快乐来来。我劝你存点。我们俩好懂。我们两个打哑谜。笑死了。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凤姐，你讲故事吧，拜拜。我们两个打哑谜。什么？下个月有七夕啊？下个月有七夕吗？哪有七？哦吼，完了。算了，没事儿，白总你加油。我虽然不能告诉你什么东西完了，但是我看了一眼七夕的日子，没事儿，你多存点，总会派上用场的。现在有那就不是打人了，现在有的话，什么现在可以有？现在可以有什么？懂？不是。不，英文老师不懂我刚跟酱姐打哑谜的，不是你懂的那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呢，你也是有所耳闻。但是，什么？你下个月你要去天津啊？好家伙，那恭喜你啊！我去不了天津，恭喜你，真是恭喜你了。那你们不得聚一聚啊？那你们不得去找白总聚一下呀？他都来天津了，老辈子，你们不得聚一下？什么？天津中转一下？那你们还能聚吗？谢谢浅水湾小星星，谢谢嘟嘟灯牌，谢谢陈友灯牌，谢谢家人们灯牌。现在有还得了？你说的也不是那个哦，那没事了，那你应该知道。那英文老师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欢迎 MARS， 喵老师，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除非你要是知道我就要去拷打一下唐主任了。什么？你又要出动旅游了，峰姐？挺好。啊？有人跟你说过？哦，那就不用讨打唐主任了。那可能是，那我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哦，拷打白总啊！拷打白总。看起来上个周末只有我爽到了，周五、周六、周天连爽3天5，你真的很爽啊！你又见英杰又见三星的，然后又出了 cos， 爽死了，冤枉啊！错怪我们唐主任啦，是密码晒。反正现在不问了，省得有人买。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好了，我继续讲了啊。所以你们到底能不能你们倒是说点看法呀？对于刚刚那个故事，我还没讲完。然后后面文理科分班了嘛，我就没有跟他一个班了，没有跟他们那一坨人一个班了，因为我学文去了，我分到别的班去了。然后他非常的绝望啊，
再也没有早餐可以吃了，好绝望，好绝望。天津的有位朋友各种消息都知道。哦，谁呀？谁呀？谁呀？天津的朋友，哪个朋友？那么消息那么灵通。欢迎大米。对，今天没化妆，对，今天没化妆，素颜，纯素颜哈。闰六月咋了？热死，确实很热，我出去一趟我都想死。然后与此同时，在班上还有2个人，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故事里面的那个带头的那个之外，还有一个男生，他不是跟我坐一个位置的。哦，六月飞雪，对不起，他不是跟我坐一个位置的，但是他会过来跟大家一起玩嘛，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然后呢，我们也会一起玩啊，什么什么的，就反正玩挺好的。然后我以前喜欢戴手表，就是我初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的热衷于戴手表，我非常喜欢，就是我手上表不离身，比我的手机还要重要，表不离身，绝不能离身。然后呢，他就会莫名其妙的来找我借手表戴着玩儿，他就莫名其妙的借我的手表戴着玩儿，就有事没事就过来说借你手表戴一下，他想戴玩玩。我说行吧，你记得还我，天天借，有事没事就借，就是就有事没事搁那儿借。然后我这个人的想法也很简单，给我手表借烦了，那我买一块给你，你不就不会向我借了，对吧？你们峰姐就是这么一个普度众生的很好笑的人啊，你们峰姐。我当时的想法真的很简单，我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借了，你天天来找我借好烦啊，不如我给你买一块吧，这样你有了就不会找我借啦。于是呢，假期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班上玩的很好的一个女同学，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她刚好在班上谈了一个恋爱，我撮合的，厉害吧？然后呢，我跟他们关系也很好。然后呢，她想给她那个买一件衣服啊。然后我呢，我就是单纯的想买一个表送给那个男生，就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有了就不会找我借了，太好了，以后再也不用借手表了。于是我就给他买了一块手表，然后开学的时候呢，我就作为了新学期的开学礼物送给了这位男同学啊。然后误会就此开始。我就是对，老辈子看私信，你说啥？我回忆一下白总的消息啊。
好了，我不回你了哈，我要专注于我的直播间讲故事了。热的你心烦躁，上班没意思。要不你买点冰水，或者你以后上班的时候拿点风扇吹吹。什么老辈子借你点钱，借钱不一样啊？难道你们烦了一次性甩你一大堆？欢迎谭贝斯罗，什么白总的事儿和唐主任的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啊？我到现在还肿着啊！男同学误会小峰很有钱，顺便就随便，不是误会我很有钱，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朋友，我没有钱。你好，注意听电话。你干啥了，朋友？吸血，等一下，吸血鬼，你干啥？你干嘛？你干嘛？你怎么？你给我从实招来，吸血鬼，你干什么了？你给爷从实招来 ，OK 吗？不要给我打哑谜，还注意听电话。脸色不好，该补补了。不是，你能再说明白点吗？欢迎一位老师回到直播间，谢谢神秘人灯牌。好，我继续讲啊，然后误会由此开始。他对我有好感呀，家人们，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真不是那个意思，也是啊，如果你们在班上突然收到一个女同学，本身你俩关系就还可以哈，你对她也没有说你肯定是不讨厌她的啊，然后呢，然后关系又比较好的情况下，开学的时候他突然送了你一块表作为开学礼物的话，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们会有什么想法？谢谢用户1754的灯牌啊，不对，的小星星。外卖出击，你们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给我点外卖，是不是有点过分？我没让你们点外卖呀，你说你们前几次还问了一下我，都扒了，你们不问我就直接点，干什么？不问我就直接点，能不能问一下我？小峰是我不是没有多少人的白光，没有。峰姐做的每一步都是奔着搞对象去的，但是最终结果就是不搞。我没上过高中，不知道，就是那意思，什么大家关心你。那时候送表是有特殊含义的，一表情深啊。今天峰姐是难收了，都喝热水。对啊，我喝的都是健康的水。一句话故事，我高中唯一送过礼物的女生是你前妻。啊，那我把人家心伤死了。那你们那英文老师，你们这也算青梅竹马了吧？你们这也算就是学生时代的恋爱，很纯真的。那怎么就走到了那一步呢？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你们太忙了，没什么时间见面？欢迎雨熙宝贝，谢谢雨熙宝贝点亮粉丝团。我谢谢你。你打不化妆不讲话，哼，累了。你也送过啊？欢迎星辰无影。我是说吸血鬼估计给你点外卖了，我倒要看看他给我点啥了，毕竟我没有要让他点啊。这个人自告奋勇啊，自告奋勇给我点外卖啊，我倒要看看你给我点啥了。这个口音，因为我感冒了，所以口音可能怪怪的啊。好了，我继续讲啊。然后我们关系还是很好啊，对吧？然后呢，后面我就分班了吧。我好像还不瞒你们说，我好像还给他买过衣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
他给我买了啥来着？我忘了，不重要。后来分班了，我跟他很明显不在一个班，还是不均匀的妆造。我没有化妆，哪来的妆造？然后我分了班之后，就不跟他不在一个班了，就联系比较少。但是有时候我会去以前的班上串门，跟以前同学玩，然后呢，就还是会见到他，然后大家还是会一起玩。这玩意儿还能不是故意的？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单纯的送礼物，我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就是一个纯单纯送礼物的好人罢了。英文老师的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大转折：青梅竹马送礼物，不如殿堂让我成全。然后后面我就要转校了，主要是他也没有，我后面有感觉到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也没有给我告白，你们懂吗？就是因为我们有段时间还去操场上面散步嘛，然后呢我就听他讲，然后我顺便就随便跟他讲讲，我们就随便聊嘛，有一搭没一搭的嘛，他也没有语言上的表示，你懂吧？欢迎梅六老师，谢谢梅六的灯牌11个为你闪耀，谢谢。什么？你是纯不信？欢迎皮皮，谢谢皮皮的灯牌，晚上好。今天怎么谁都来了？你是在模拟那个男生的心理活动？哦，然后呢就回去了。完了之后我要转学了，知道吗？因为我学艺术的，我要转到，我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都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要去重庆的主城上学了。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不是主城，在一个区县嘛，然后我要转到主城去上学了。要去一趟主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还是要坐动车的，虽然也不是很久就是了。哦，那个时候好像都没有有动车吗？有好像有，因为我们那个跟我们那个地方动车都是很久之后才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反正就过去一趟也不是那么方便啊，然后就没怎么联系了嘛，对吧？就很正常的没怎么联系了，反正也没有他也没有向我表明，我更不可能我来说什么吧，对吧？然后就转学了之后，然后他也有一年，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我在那个就在重庆那边嘛，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打了电话他又不说话，他这个人让人很恼火啊，就是你啥意思？你说呀，就是他就是那种想了很久又不好意思跟我打，想了很久，但是我非常想跟我交流。然后呢，他打了电话又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还是打了那个电话，就给我打过来。然后给我打过来之后呢，我就问他什么事儿，他又不讲话。我问他咋了，然后他不讲话，那就只能我讲话呗，我就只能引导讲话呗，我就问他近况，你最近怎么样？你在干什么？我最近怎么样？我就只能跟他聊点这种。什么？高中的时候，一个女生总送你礼物，还一起散步。说实话，我肯定会觉得女生喜欢我。小峰心碎了怎么办？心碎了怎么办？那得看是什么故事了。爱你在心口难开，今晚是暴露局吗？两闷罐子的故事。我说如果我是那个男生，集体没有。他说如果他是那个男生的话，他不是说他是他。你最近有没有想过转型？有啊，我有想过，可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束手无策。然后呢，那个电话就打嘛，然后反正就是后面他暑假去帮忙卖烧烤，赚外快，就是打暑假工，烧烤外卖好像赚了1-2千啊，好像是吧。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啊，然后呢，他就去那种饰品店里面
给我买了一条手链，一条紫色水晶的手链啊，很漂亮啊，我承认很漂亮啊。虽然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被我放哪儿了，我对于家里的这件东西有点没有记忆了，我不知道在哪儿，这不重要。总之就是他搞了一条手链，完了之后呢，他就来重庆找我，因为我不是转学了吗？他就来找我，完了之后他就约我见面噻，然后就说要把那个手链送给我，因为我之前送过他手表什么的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送给我，但是他也自始至终没有表达过，可能他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吧。但是如果你不跟我表达的话，我不会把你就是如果你不表达的话，就怎么说呢？就对我来说是，如果你不表达的话，那句话怎么说啊？怎么说啊？就是如果你不表达的话，我就更无所谓了，我就纯当关系好，互相送礼物了，懂吗？懂吗？啊，我就是这种人啊，对。谢谢神秘人的灯牌为你闪耀，谢谢二哥的灯牌，谢谢家人们，谢谢万事开心，谢谢永生，谢谢所有人的灯牌，谢谢为你闪耀。什么？喜欢的女生是个私生活很混乱的女生，是个男的就行啊？你说你吗？你喜欢的女生是一个私生活很混乱的女生啊？那你挺惨呀，朋友，你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上这样的？那你也得不到结果是吧？隔壁去海滩秀身材去了，你为什么藏着自己的优势？别管我了，你以为我不想去海边吗？欢迎你不要猜谢灯牌。其实你可以试试颜值路线，配上黑丝。我懂了，你就让我擦个边嘛，是不是？你就让我擦边噻。你就是让我前面那个宝子应该是想让我知道擦边很有流量，哎，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我就是那种故意的擦边的话，我不是很喜欢。团播结束给你推到这儿来了。什么不是？家人们，什么对方自己心里明白的，潜意识就没让自己说出来，最近才发现，但是他真心喜欢你啊！你这又是什么故事？你喜欢一个私生活很混乱的女生，然后你最近发现其实他是真的很喜欢你啊！你这又是什么奇怪的故事？峰姐来海边来不了一点，欢迎毁灭吧！不是说这就擦边了，因为你们峰姐以前也是拍过一些比较擦边的东西的，所以我懂什么叫做你故意去擦边和你大方展示自己身体的美是不一样的，好吧？谢谢毁灭吧的灯牌。几点下播？早下播，早点休息，跟平常一样吧，好吧，跟平常一样吧。什么要不连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连麦跟我一起聊啊，对吧？可以啊 ，OK 啊，我 OK 啊，我 OK 啊。但是优先我们灯牌等级高的宝子连麦啊，优先我们等级高的宝子。哎，怎么连线怎么开啊？哦，这么开，我都有点忘了怎么开了。你们连呗。那我把声音关小点，我把声音再关小点。谢谢家人们灯牌，谢谢 MP 灯牌，谢谢喵老师的灯牌。什么？啥时候有比较擦边的东西？不是在我账号上拍的。唉，你哀什么哀？你怎么哀上了？你要分享你的故事了吗，朋友？我今儿主要是喝多了。哦，懂了，喝多了要开始讲故事了。
没有，我没啥故事，我主要故事太多，讲不出来。你故事太多了，讲不出来，你还没啥故事你。我感觉其实我感觉苗老师可能故事也不少。大家故事应该都不少啊！谢谢家人们灯牌，问你啥？一文老师来了，嗨，一文老师，他们是不是哪天没喝多？啊，那个什么啊？哦啊？苗老师来吧。然后拒绝了。我讲到哪儿了？然后他又不表达，完了之后呢，你不表达，我可不会做表达的那个人啊，这辈子都不会。然后那个我也不是完全不会表达的那种啊，对，只不过如果是他的话，我一定不会。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了嘛，后面我们就也没怎么联系了。然后后面我有一次我要考试，我得回学校去考，就是因为虽然我转学了，但是就是要考什么东西，我必须回我的学校考。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又去跟以前的小伙伴打招呼嘛，大家也挺开心的，哇，终于见面啦耶！只是好久不见，你终于回来了。但是考完了我又得走哈。啊，我不喝了。啊，少喝点。啊，连上了，我去。喝多了可以来上麦讲故事，我很欢迎。哎，唐主任好呀。一文老师晚上好啊。晚上好呀。好呀。哎，我觉得一文老师的那个一句话的转折故事特别的完美。一句话讲完了一切。对。我每次酒桌上都靠这个让大家喝酒的。啊。一周前吃遍天是吧？就是说没有发生过这个的，把手指放下去，然后他们就喝是吧？对。还有一种是一句话故事呢，超过12年的。那很好了。就我们科弟上来了，科弟要分享什么故事？欢迎林天。科弟有故事分享吗？科弟那么年轻，你应该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吧？哎，涛弟为什么说我们是中灯？他喜欢这样，小朋友就是小灯，中年就中灯，老年就老灯。老灯降一级是吧？然后我当时不是考完那个试，我就要走了嘛。然后呢，他就很犹豫啊，但是他还是不说。当时我们就有个群，还是班级群还是什么玩意儿的，我就看到他们在里面聊天说，喊他爱就大胆追，快出去追，人家都要走了，他要上车了，要走了，要离开这里，你快去追呀，你追呀！我就看到他们在那聊天，我说我当时想法就是所以到底是追还是不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走了。然后他就响应了各方同学要求，就真追出来了。但是他依旧没有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不能怪我啊，他不表达的不能怪我啊。然后我就真走了，自此之后就没怎么联系了。最后一次联系是在我升学宴的时候，就是我考了大学办升学宴的时候叫他来吃饭，然后那是他最后一次见我。那个升学宴我现在想想简直，我当时不觉得，直到我毕了业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大学又发生很多事情之后，我再去回想我那个升学宴的那一桌子人，太吓人了，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一桌子人太吓人了，这什么概念？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桌子的人简直修罗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啊！修罗场，那谢谢林天的灯牌，谢谢白礼物同学。错过了什么？没有错过什么。好了，家人们，不要再上了，差不多人够了，人太多了，叽叽喳喳的，听得我脑壳痛哈。何弟，讲讲你的故事。我呀，小米奇的我这年龄小，但是也有过这样。
来讲点儿，来讲来听听。对，年龄小故事才多。我来讲我最近的一个吧，最近的，最近一个是这个吧，我从那个年前在欢乐谷玩跟他认识，但是跟他聊的也非常好，也一系列。结果我加微信之后，那会儿我就请了我哥哥给我当军师，我就跟他聊吧。那前儿我哥给我出了一招，说让我直接跟他表白，要不然那样拖不是个事儿。后来我就表白了之后，我们俩就一起聊到之后，因为他离我太远了，毕竟他搁宁夏那边，而他就比我大几个月，所以吧，我感觉他就比我大几个月，而且我就觉得他还在考学什么，我就不想再影响他，我就是跟他提了一个，我说咱继续当朋友吧，这样对你我都好，因为都还在上学呢。我就提了一个跟他继续当朋友，但是现在我俩还是继续以朋友的身份处着呢。现在，可弟，你这没有激情，挺好的，没什么好评价的，我觉得这不挺好的吗？从法务的角度来讲，你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呀。就是说，你们以后就能有什么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是不好说哈。对，这不好说。不是，一文老师，你的意思是法务角度就是女的是成年人，可弟未成年？你不要说出来。我们客弟差不多要成年了。那你这边大体不正是吗？哎，那边有一个欢乐谷找女朋友的涛弟，来给他拽上来。哦，我拽他拒绝我。我不妨第二个倒是激烈一些。第二个，来，兄弟们，好了，真的不能再上人了啊！4个人够了，再来一个吵死了。我这故事呢，就是那天本身是去欢乐谷看小峰的，第一次去嘛，后来结果碰上对象了，然后要了个微信，然后就没去看巡演，直接带着对象俩人一块就出去玩去了，连吃饭带逛街。然后呢？欢迎白泽。然后就成对象了，就一来二去嘛。对啊，我们摆龙门阵啊。就是然后你们的广告就导致我线下第一次见到小峰还是今年1月份的，是1月4号吧见着。就你们广告效果是说没对象的现在都要去看小峰的这个活动是吧？不是，我感觉他们每一个谈恋爱的都真的里面都有一段故事是看小峰演出。不是，确实当时就哥们儿就是奔这个想法去的，结果没看成，结果落个对象也合适，真的。你们都是看小峰落对象，我是看小峰拉倒的。此话怎讲？展开说说。我这有激情对吧？展开说说，快！谭主任，我不 Q 你，你自己跳出来啊！那不是，拉倒这个事儿跟小峰肯定没关系，但确实是看完小峰之后回去拉倒的。这只是一个时间轴的问题。好。我想起那个班上可有意思了，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之外，那个班上还有一个人。这样，那个班，我先提前说，那个班肯定不止一个人。就是我现在讲的这几个人都是一个班的啊。然后是一个女生。就是我就是单纯的对她很好，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有好吃好喝的供着，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就给她玩，有什么好吃的就给她吃，然后有什么东西有意思的我就送给她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送她给了她一件外套，好像是就是我新买了一件外套，她好像是没有衣服还是冷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把我的外套给他了，我赶紧把吊牌拆了，咔，然后我就把那个外套给他了吧。然后他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给我问懵了。我说没有什么，就是
就有什么为什么，就是我愿意啊，就是我愿意啊，没有为什么，就是我愿意啊，就是啊，怎么带圈儿？因为卡尔生病了。您娘俩真的是同甘共苦啊，一个生病，下一个也生病。感觉英文老师有话说。没有，我都想，我就想起某个服务员了。但是他没通过我微信，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我老姐养了8、9只猫，卡尔这是我见过最狠的猫，最狠的猫。他真挺狠的，他给自己咬烂了，你知道吗？欢迎，还有呀，哈哈，晚上好。他给自己咬烂了，我说什么玩意儿？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这还不算狠，猫界第一狠猫。那会儿我家 Summer 尾巴上长癣，给尾巴咬的呼呼流血。我家 Summer， 你咬尾巴还是没有咬这个狠啊，朋友。卡尔可能是想给凤姐省一笔嘎蛋蛋的钱。等他好了，我就得给他嘎了，省不了一点儿。什么？凤姐是这个班的圣诞老人啊？这是真狠。Summer 只有舔那里。什么叫哦？我要给他们派发礼物，我是圣诞老人是吧？笑死了！你们这上学这个感情纠葛都这么多吗？这不叫感情纠葛吧？我也都是现在才回想起来才觉得那个啥的。如果放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一直觉得说，我根本意识不到，我甚至还会问我身边的人，为什么就是我18岁之前到我上大学之前，为什么没有人追我啊？我还发出了灵魂质问，你知道吗？我问我的朋友，我说为什么没有人追我啊？我怎么了？我说，因为他们都会讲他们班上或者自己耍朋友的经历。我就说我从来没谈过恋爱，他们说怎么可能？我说真的没谈过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人看上我。我觉得反射弧这么长吗？不是姐，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像我一样，喜欢但是不敢说出来，不敢谈，我就是这种。我发现了，学生时代全是这种什么渣渣风，我是真不知道。就要讲到一个最伤心的事情了，唉。就是说的，我们班一共3个女生，我们机电系女生很少，我们其中一个在我们机电系算是好看的了，喜欢，但是就是不敢说出来。每次跟他一直搭上话，我心里边都扑通扑通跳的。但是关键是我这边发生的很怪呀，就是跟他们关系又好，又一起玩，但是他们又不说，干什么？就是，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还好，主要有还有2个故事，笑死！但是里面有一个故事，它非常的那个。就是一问老师比较专一，就是一直让我以前非常的就是愧疚内疚加放不下，加觉得我不是唐主任，他这个班我感觉已经没救了，你这个时候就不要 Q 我了。不是那个班，另外一个班的。然后我就非常的难受啊！太渣了，不是我渣，不是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这个就是呆渣，我跟你讲。然后以至于最近那个男生还在给我发消息，你们知道吗？他突然有一天给我发消息，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然后我说还给我看我发一堆。这怎么还有最近的事儿啊？最近的事儿。他给我发消息啊，然后我就在思考，我说不，你不需要思考。该拉黑该删。不是，我是觉得挺愧疚的。我没删他，以前是他先把我删掉了。他以前是把我的 QQ 删掉了，但是没有删我的微信啊。这种事不存在愧疚，该删吧。然后呢，后面突然有一天他把我的 QQ 加回来了，我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就算我们删了没有联系，但是我妹妹跟他们也熟，你懂吗？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联系也比较少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我妹妹也挺熟的，就算跟我没有联系了，总是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联系，你懂吗？我是真上学时候都经历了什么？我是真不知道呀，吸血鬼，我是真不知道啊。说的话你答应吗？说的话有的会答应，有的不会答应。主要是我觉得礼尚往来啊，我也没亏欠他们什么，就是咱就是说又不是说你给我送的东西我没给你送，我就觉得也是礼尚往来了，咱也没亏欠你，对吧？难道不是吗？凤姐只是在物质上没亏欠你，在感情上亏欠很多。鹏哥说的对，我觉得主任说的没错，主任哥说的很对。我是一个绝对不会在物质上亏欠的人。我突然想到一个，要不给你们来个简短的海龟汤吧？嗯，我高中的这个团支书跟班长是青梅竹马，但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请问为什么是吧？团支书跟班长是青梅竹马，你不会讲的你自己的故事吧？啊，不是。然后我是最后宣传人没有在你他们俩关系好吗？好，我就给你10次啊，很简单，很简单。毕业异地了。是什么东西我说毕业异地了，所以没在一起。啊？那个不存在，他们现在还能有联系。好，2句了。那就是那种，就是世界上是有那种人的，就双方都很喜欢，但就是没办法在一起，且各自组建了家庭，且对这段关系非常的遗憾，所以还会有联系，但是也不会有那种联系了。都还没有结婚。同性啊，唐主任也猜啊，同性不是异性。哦，异性啊，家里人不让。没有。是米其林小孩怎么样了？谁是米其林小孩？米其林小男孩又是谁？应该不是太说了下不了手，不是，绝对不是。那不是。兄妹，哇，这么刺激啊！不是。是不是啊？我说了来，这个我同寝的哥们儿干过，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就表现出来，结果被逮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被逮过，但不是决定性原因。就因为我的室友经历过，有一次我室友在班里跟他那暗恋对象还有摄像头呢抱着就亲，结果呢被我们老师逮着了，给俩参赛开来，我的室友连续哭了3天3夜，谁哄都不好使。你室友好勇啊，有摄像头还亲。有被逮过，但不是决定性原因。那就不合适呗。感情上不存在不合适的问题。语文老师说的是不是一个伦理故事？有一点点关系。没出五福的亲戚啊？啥？还不是一个辈儿？有一点接近。没听懂啊，你们说啥？不是一个辈分。哦，不是一个辈分。是一个辈分。是一个辈分。有点接近。欢迎，谢谢9K 的灯牌，欢迎227。其实现在很多电视剧有的挺狗血的。同父异母，同母异父，有点接近了。哦，就是类似于某一方的家里的人跟另外一方的谁是有那种关系的，所以他们俩在一起就很奇怪，就不能在一起。越来越接近了。啊。我能问一下，是不是同一个太爷或者同一个太奶这种性质的？拐远了。哦，果然是个伦理根。行，就是没出五福，这个血脉没法结婚，不急于领证关系。有点这个意思。那这没办法。不会是双方家长一见面互相是对方的前妻或者前夫吧？不是这个，但是有点接近了。但是说白了就是2个不通婚呗，2个就是。其实猜不到嘛，因为
他们父母结婚了。哦我操！哦，这样啊，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个好好好，我都写到我上课的教材里去了，实在是太不是，但是这不影响他俩结婚呢。但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很尴尬，就是亲上加亲嘛。什么劲爆大瓜，不是什么劲爆大瓜，这个不是什么瓜，这不是什么瓜，他就是他两个单亲的父母看对眼。原来是这样，如果那样说的话，那这不就落轮了吗？这不就？喂，不对，但他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你放在门口吧是有谢谢利益关系可以可以领证的，不冲突。哎，对，是可以领证，他们是自己爱的有点过不去。拜拜。我麦到了，我见过2个人结婚之后，2个亲家结婚的。怎么有点亲家就是这种反而好处理，对，这种反而好处理，就是孩子先结的婚，孩子先结，哦对，这种还好，这还行然后两边都是单亲。啊。不急，还有一个电话，哥们儿，你点了什么东西啊？搞这么多？那不是，那这说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呗。你醒来听到了什么？你听到我们在讲故事，我真的嗓子好痛，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讲话。所以法务界有一个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伦理冗余啊。爷，你这嗓子疼是肝疼吗？还是肿痛？你这嗓子，他就是痛啊。他痛，应该痛。那伦理这个东西，好多时候不好解决。什么东西？黄什么？你给我点了个补品。或者姐，你这个可以吃点梨膏糖，那个糖是润嗓子的。倒也是不用这么大补吧，朋友。那个，我是个文盲，这个黄这叫纸啊，还是什么？黄芪黄芪炖蛤蟆，我娘嘞，这不得给孩子补的流鼻血喽？我没吃过，它会不会打开很吓人啊？就没吃，先把我吓死了。那蛤蟆应该是熟的。那不能是生的吧？我有干的，做孩子的其实都很在乎老政府。你有的是拿那是那鲜活的晒干了，有的是干的。谁什么白总要上麦呀？好，最后一个啊，真最后一个，你上了真不能再上人了。姐，我跟你说一个你吓人的事上呗，白总你上呗。你要听我有一个吓人的事儿。啥吓人的事儿？我一个朋友学中医的，吃蛇皮，风干的鲜蛇皮啊，那叫蝉蜕。应该也还好，也没有多吓人。这不很正常吗？才对呀、我听着，我看着膈应，他那蛇一拿出来给我膈应的，我就往后退，我就你那个疯子，你别把小黑掏出来，小黑掏出来我可能会下麦，我害怕这个。我不掏小黑，我觉得那什么黄芪炖蛤蟆这个不行，你得直接上什么鹿茸入血，这才真正的人。你滚吧你呀！你多大点病啊？你要花那么大价钱，你吃那么补？南方不是吃蛇很多吗？啊，我身边都没有吃蛇的。鹿茸我还在泡着呢。谢谢君君的牌，谢谢小莫的牌。他那不是蛇干，他那是就是一条鲜活的蛇，然后做风干了，鲜活的一条蛇。风干蛇肉。对，他那个蛇我还闻着一股味儿，有股瘴气的那个味儿。那蛇往冲不是吗？散装酒不能带上飞机，不然老辈子我给你带点过来，真的。鹿茸泡的。那个我家有虎骨酒，那个说起这个酒啊，我想动物保护法出之前有根虎鞭，还有点虎骨。在广州经常吃蛇羹干蛇饼，这是能好吃吗？这我感觉我不会去吃蛇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做成了看不见是蛇的样子，又很好吃的话，就你骗我吃下去了，我可能就吃了。唐主任，下个月天津吃饭 ，OK？几号啊
24号啊24号24号，24号24我晚上9点的飞机啊。啊，不行，培训的。应该是礼拜日。欢迎小猪喵。问题不大。怎么说，唐主任？你24号晚上9点飞，对呀，还是24号9点到啊？24号晚上飞走啊。你几号到啊？白总在和他的兄弟们联络了感情啊。我24号来到天津啊。但是你白天到天津，晚上吃顿饭就跑。是啊，吃。欢迎白哥来天津，东西都到了。你记着23号的时候给我告诉我一声啊。不是只有一个电话吗？你不说还有一个吗？怎么都到了？是他直接放那儿没给我打是吧？那个天津哪里能不能带我一个？我想试试白有多少量，我探摸他的底。告诉你们一个好，告诉你们消息。我当天晚上要飞走了，你要灌我，你亮个锤子啊你啊！灌死他！对呀。或者你要聚餐的话，我可以提供地方，因为我家现在刚开饭店。白总，飞机又不是你开。对呀。对了，说的对吗？又不是你来开飞机。不是，问题是我车在机场啊，兄弟，我车在机场啊，兄弟。我去拿个快递啊，不是，我去拿个外卖啊。我24号飞回宁波，我不得开车回去啊。代驾是干什么用的？代驾费你来出啊！你以为那个点好，代驾很便宜啊？你几点的飞机？啊？晚上几点的？晚上9点飞啊。晚上9点飞到宁波，大概凌晨，那他妈是贵了点啊？你让我凌晨就代驾啊？管他呢，就灌他，灌死他！这个到上海的面都不肯见一的人。可以，你可以23号来灌我，我给你发位置。这行，不行，23号是周六是吧？我说白哥，但是我23号我不在天津啊，我在别的地方。23号你在哪儿？没事，也去那个过去快了，天津过去快了。但你来天津市就站一点就飞走是转机吗？天津得24号来，23号来不了。你要来去秦皇岛吗？啊？你能要去秦皇岛吗？什么？秦皇岛？我不在秦皇岛。你要去哪儿啊？来天津干嘛来了？这个先保密，我只能说22号晚上到天津，然后就要走了。24号下午来天津，可能或者上午来天津。周六日参加婚礼啊？不是婚礼。陶弟。24号晚上给白总喝多了，9点半送到机场。没问题。我先给他上一个我内蒙最高礼仪。家人们，插句话啊，插句话，吸血鬼，你要把我胀死吗？你要把我胀死吗？你要把我胀死啊！白哥，你们要灌白哥的话，我可以提供位置。我家饭店是新开业的，可以来我家这儿。哎，这个好。就是白哥，咱也没见过面，我给来个最高礼仪，我先干半斤，你后面看着来。对呀，我还没见过涛哥和白哥呢。可能到时候我直接坐这一天，我直接跑路。没事，1斤半我能保持清醒的回家，一点不耽误事儿。没事，我可以直接把桌子掀了，直接跑路。不能，我会安排我们的保安拦住你。作为一个220斤的内蒙大汉，我会摔跤。我会散打。啊，那我众筹一下，我出个法务吧。没，我出个救护车。你想齐全了，一套齐活了。我出2个保安。你们好齐全，你们我会散打，不是法修散打。我散打自己个手的法修散打，锤子哦。就是那好的，你想正常喝点酒之后不得跳个舞，跳个舞不得摔个跤，这不一整套流程。你应该没点错吧？不是那个什么冬瓜炖排骨汤，冬瓜炖排骨汤。对，
量力而行，喝酒。我们这还有一个歌厅，你们吃完饭可以在我们这儿唱个歌啊，跳个舞啥的。白总不用说24号，今儿就跑了。没有蛤蟆呀，朋友你。谢谢吸血鬼点亮粉团，谢谢小人点。没有也好，我觉得怪吓人的。什么商 K？ 谁要去商 K？ 谁？不是，有科技这个未成年人去商 K 疯了是吗？谁要去商 K？ 商 K 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干啥？我出门了，拉我电话干嘛24号再跑就行了，今儿跑啥？啊？别跑啊！我要走了，我出门去了，走了。拜拜。拜拜。天津欢迎你，白哥。道明居欢迎你。这是风里雨里，河北等你。这么近，这么美，周末到河北。二哥给我送了一个这个旗帜，这么近，这么美，周末到河北。什么？唐山商 K 比天津好，你很懂嘛，吸血鬼。吸血鬼唐山哪儿还有商 K 呀？什么东西？商 K 聊起来，唐山人可不困了。什么东西？这不就不困了吗？欢迎 S1，什么意思啊？你们别给我直播间聊没了。什么？啥没有？不是你不是哥们儿，你不是给我点的冬瓜炖排骨汤吗？他都写的冬瓜炖排骨汤了，里面怎么可能会有那个啥呀？哦，对不起，我串掉了，我以为你在说吃的，不好意思。听错了，理解错了。那个，别说了啊！再说，再说可能要没了。对，不能说了。而且这还其实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梦想。我经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因为经常跟他们串通说什么呢？就是因为没见过，我跟我的朋友们没见过，然后老是在想象说有一天我们去商 K 了，我们想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去体验一下。不，你没有。那个小峰啊，那个找模子很贵的。你像我一个同行，他之前就是卖车，后来是去干模子了。多少钱啊？多少钱不说别的，现在他是这么个状态，就基本上处于半财务自由了。哇，那么牛啊！很努力了。据我了解到，他第一年应该收入是差点100。我操！什么？冯姐，你点陶地就行了。啊！别点我，我不配，我是属于上桌上吃西瓜的自己掏钱的那种。那他真的挺牛的啊，能赚那么多，挺厉害的，也是个人物啊。就单纯不是出台，单纯就是人家把大姐维护的好，那也很厉害啊！以为维护人很简单吗？那很厉害了。不，主要这哥们儿就是确实长得帅啊，确实长得帅。然后标准他是那种，我一男的都觉得他是好看，不是那种娘炮那种长相。陶弟，我现在问你一句话啊，咱们一开始连线是聊的是什么？聊偏了，谢谢把那烤什么的拖出去斩了，他把话题带歪了。吸血鬼，哎，我都习惯了，是这样的。不是，咱们一开始聊的不是上学的青春事迹，咋聊成上 K 了呢？不是，我们一开始聊的是故事，那后面可能会变成事故。不是程度应该有吧？就是我那就聊回上学那我说个瓜吧，就是你掏这一头阵的没有要怪你的意思，没有啊。
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拼个课也是，都是这样的。一开始聊的话题，聊着聊着一定会聊偏的，100%聊偏，好吧？那也偏的有点太严重了。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私下聊天偏的更严重。哎，那你们都分享完了，我分享个我的呗。你说成都贵，这很正常，这个就是头阵子我不去趟漫展嘛，我是没开车去，我是坐的高铁去，也是赶上巧了，跟我是那就某一任女朋友嘛，坐一块儿了，高铁票这都能安排到坐一块儿，我就相当之离谱，厉害，别厉害了，我这么干销售这老些年，脸皮这么厚的就给我干脸红了。主要是我开始是那个高铁票出来了，到那儿说是那个车间那个就是那话怎么说来，就是那一节车厢不能坐了，然后重新安排了个座，结果换座吧。到那块之后，我先一坐，然后旁边前女友到那夸嚓往那一坐，我人傻了，然后更离谱了，他旁边是跟他的现男友，好，哇哦，孩子碎了。哇哦，孩子心都碎了，不是不是心都碎了，我好尴尬，主要是好尴尬。然后旁边那2位也是去漫展，还是去的是一个漫展。我当时到北京，好弟，他现男友没站起来跟你握握手，前辈，我没吱声都。然后我到北京之后，第一想法，我要不要掉头直接回家呀？甭去漫展了，脑仁疼。不是吸血鬼，你这个点的这个喝的这个罐质量太好了吧？我觉得可以洗了之后在家里放起来用，是可以家用的程度，好吧？就是堂哥，我就很少脸红，那把给我干脸红了，真的红温了。我说这也太寸了。后继有人，没毛病。后继有人。就是我都不敢想象，我因为去漫展是一个地方嘛，下了那个高铁转地铁，就肯定也是坐一条线上。我当时回家心我都有了，到了漫展没去，我是找我北京朋友说我俩吃喝玩乐去了。化悲痛为饭量啊！太尴尬了。哇，还是配的这种勺子哎，这什么外卖店？哇，好会做人。哦，居然外卖送这种勺子啊！太好了，不用买勺子了。吃完我必须把它洗干净留下。等会儿吃饭还得去听听小老欢呀。每个人都有这个青春时候都有各种那叫啥的，那个都有着各种回忆是吧？是的，大家都有。事后都有拍大腿的事情。我讲到哪儿了？我都还没讲完，说实话。拍大腿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凤姐你不用讲了，我感觉有柯蒂跟陶弟，你的故事就已经靠边站了。怎么了？我的不够精彩了是吧？就蛤蟆都还不够堵上你的嘴吗？不行，把锅吃掉。不是，那我给你们讲个好笑的吧。我觉得凤姐病好了。我跟你们讲，你们快给我病讲好了，不然我今天很无精打采。我给你们讲个好笑的吧，虽然是跟那些东西串联在一起的，但是那件事情真的又尴尬又好笑。就是发生在，首先前情提要是一个初中的同班的男生哈，然后上了大学的那个前情提要的，我去。不然你们怎么能理解有多好笑呢？然后呢，就是高中毕业了那段时间呢，就是跟我关系非常好，然后他有点喜欢我那种啊，然后反正就是后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总之就是对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对就是把他伤到起了哈，不重要。然后那个同班同学里面还有一个男生是他的兄弟，我们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我有一天我不知道咋办，我就把他那个兄弟约出来，我说：“来，你帮我想一想。”我就跟他吐槽，我就跟他也不是吐槽吧，就是说也不知道跟谁说，只能跟他说了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干了个什么事儿，哇，他们几个人有一个群啊，那当然我绝对不在里面，然后里面有很多人嘛，我们在那里吃饭，他老子抽了，对着我拍了一张照片发到那个群里，这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发到了那个群里，就是之前初中的那个男生在的那一个群里啊。对，我在那儿吃的，我说你发哪儿去了？我说你发哪儿去了？他说他发那群里去。我说你有病吧？什么照片你乱发？我说别发，但是你不能撤回了。然后呢，我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大，看一眼图片就知道我们在哪儿。对，就是这么小，因为我们商场也就那么几个。于是就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事情，吃了没到半个小时，人来了。吃了没到半个小时，他的那个兄弟，就是吃生的那个男生，带了一个朋友走进了那家店。我当时好尴尬，我真的好尴尬。但是他们进去了之后，就也没有直接往我们这儿走。然后就找了一个附近的，就找了一个旁边的桌子坐下来，就开始吃饭。然后我们就好尴尬，真的很尴尬，好吗？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在那里吃又没吃完的，然后我就拉着他兄弟走，就是赶紧走。我说太吓人了，快走吧。我们俩跟做贼一样，你知道吗？快走。然后走出去之后。对啊，我嘴巴脱皮啊。然后走出去之后，我们就时刻关注他们在哪儿，绝对不能跟他们碰到。那碰到了，那将是绝杀，就不能正对正这么走过来碰到。好，然后我们那天顺便在外面玩了嘛，还看电影嘛。然后我说快点把你的电影票拿出来撕了，快点！然后呢，快拿出来撕掉。这都什么反面教材啊！这是我去，哎呀，我这很好笑，你知道吗？完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去吃乡村鸡去了，然后我们还换了一条路走，然后最终我们又去了肯德基，真的很搞笑。那个柯爹，那个介于今天晚上这场直播下播之后，你写一个5000字的那个观后感。对你以后你干嘛？你让人写观后感？什么？别光后感，我靠写了2500遍，写个5000字的一星差评就是了。No， 不要。就很尴尬。啥的都是。我只是。因为我跟那个人关系好啊，我就想约出来，就是说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一些困惑，我就问问他嘛。他小子给我把照片一发之后，把人家引过来了，我真的啊！你这都不是困惑，你这个后面就不是迷惑了，好了吗？因为我怕他误会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就哎。冯姐这一辈子这个学上的是什么学？再给你们讲个反面教材吧。你们喜欢谁就大胆去追好吗？不要在那里打哑谜又送东西了，追不到的。不是呀，冯姐，你今儿靠这个在自毁形象吗？没有啊，这不是自毁形象啊，毁什么形象了？太渣了。那个柯爹。记住，喜欢女孩子大胆去追，脸就是鞋垫子，你要她没有用，该追就追，该下手该追就追，只要脸皮厚，那个母猪能上树。欢迎浮夸，就是那个民乐团里面的也有一个学弟，他也很有意思啊，他真的很，哎，不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人非常郑重的跟你说。我要把我的奖学金拿来给你买礼物，我说你别吧，不要，我不要啊，不要买，你自己留着吧，不可，太吓人了。得亏当时没上高中。
不是，他说他要拿奖学金给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大学了，但是他还在初高中，朋友。哦，小南啊，这都是什么？给我真的很迷惑，你知道吗？直到现在，就是经历多了之后呢，我再回过去看呢，才会发现一些问题。我也没有什么经历，但是就是听旁边的人讲多了，然后再加上你在互联网混多了，你看视频看多了，你总懂那么一点吧，你知道吧？我就说你那是八卦多了吧，你还经历多了。不是，我去，真真今天穿的古风衣服。对啊，他们最近换风格了嘛，所以在问我什么时候过去团播。等会儿这谁直播间串印了？我的。大家看真真直播，就是我以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我还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加匪夷所思，我现在才觉得好像是有点问题。柯弟，你听歌的，就是喜欢谁你就赶紧追。对啊，现在大不了岁数比较好之后过，再分手啊，先追到手再说，省着后悔。你点多了，朋友，我晚上吃不了那么多。爸爸，其实我也没有啥遗憾，已经表白过了，他没有拒绝，我就挺欣慰的感觉。那就是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呗，就是没有拒绝继续打蛇上棍呐。没有拒绝，那你螳螂啊，要不然就是想吊着你，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是他也拿不定主意，确实是有点拿不定主意那种。对，所以说那种挺那啥，那时候还是我哥哥给我当军师，就跟我说，你还是继续跟他当朋友吧，你这样下去跟他没有结果。说我这里边最没有发言权就是伊娃老师，因为他只成功过一回。什么就是渣不用怀疑，你要不还是怀疑一下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就是那种无意识的渣，你懂吗？就是年轻的时候干过的一些事儿，你无意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且我是那啥，而且我这人吧，我比较信算，有时候我算过，我跟他算过，说我的正缘不是他，算过我。不是吸血鬼你，还信这个？你不是说补气色吗？怎么汉堡都来了？你信一点点吧。生病的人该吃汉堡吗？不是我，那我问你，我打断一下，那个蛤蟆是在汉堡里吗？你别吓小峰，我不知道啊。别吓我姐，别吓我姐。叫一下，还是不是得刮一下？所以我明白了，哥哥们，我肯定也喜欢谁，肯定是下一个肯定是会去追的。蛤蟆肉，真是蛤蟆肉汉堡啊！哇塞！别吓我姐了，快别吓我姐了。小峰逗你呢，没有这个味儿了。这能好吃吗？喝奶茶吗？不喝。柯弟，搞对象不要信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用。好，明白了。不是，等会儿我刚才好像听见不太对劲的声音啊！下载东西的声音呗，噔，那个什么网盘什么玩意儿？对，咱哥仨谁出现的这动静？不是，我这儿的。人家下东西很正常，好吗？这个动静。哎呀，你非要在那里想，那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迅雷，那是你的问题，好吗？迅雷没事，他不是百度网盘，没事了。百度网盘又怎样？你放心，我下那个东西绝对比你想的那个东西要大得多。啊，菠萝的耶！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菠萝的？我感觉今天晚上说半天，最后变成了教育柯弟。没关系啊，挺好的，教育一下也好。柯弟刚16，给他开了玩笑。16、17，我17。好，马上快18成年了。家人们，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但是讲了你们肯定要骂我。您说，我们听着，轻易不骂街。
我是不会，你讲吧，和我讲没关系的姐，我是不会。妈的，给我看饿了。点外卖吃。哎，挺好吃的，这不是蛤蟆肉吧？蛤蟆肉不长这样。鸡肉的吧，要不是牛肉的，牛肉菠萝的。是17，确实是个好年纪。是个好年纪我父亲，你还说不说？啊？什么？你还说不说？我是觉得是行了，别说了，感觉这个老九说的对，再说到封号了。没有啊，我说的东西不会封号啊。不是，没说你说我们哥仨，俩中灯带着俩小灯，集体把号干封了，这就有乐子了。算了，还是别说吧，有机会线下说。感觉今天直播都带着马赛克。得亏今天我娘嘞，这点了还20个。谁不爱听故事呢？故事会环节呀，不是问题，我们这里也没有故事，都是他妈事故。那没毛病。事故怎么就不是故事了？可弟加油吧！你哥在17的时候已经第3个对象了。哇塞，哪个？第几个对象了？第3个。谁第3个？我。唐主任，王哥。哦，对，唐主任最近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这孤寡老人啊？孤寡老人没啦？啊，对，怎么没了呢？这不是很正常？你们这个问题问的也有问题，答的也有问题，什么鬼？怎么没了呢？就本来有一个想处一下的，然后处没了。很成功。我记得中国话有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吧？中国话博大精深。常规操作。聊着聊着就没后续了，正常情况。这个汉堡好好吃啊，好吃哎！这应该是那种一看就是手做汉堡。现在在唐山什么情况都可能惹祸，唯独这个商 K 不会惹祸，因为没有。这话说的没错。你们还找过呀？知道没有？河北近几各行各业都有年朋友吗？不是，就是河北近几年，管的异常之厉害。欢迎新苹果才是夏天。你们在这开玩笑，待会儿说的别人都信了。可弟加油吧，好好搞对象啊！趁好的着年轻多搞几个。对，没错。你岁数大之后反而不好搞了，趁着年轻谈就完事儿了。OK 呀，哥。岁数大了就反而不想搞了，不是不好搞。主要是现在就是属于谈对象，就是我现在谈个对象成本太大了，脑子太累了，处个对象想这想那，各方面都得考虑到 CPU 快烧了。嗨，涛哥，这个不，这不得不夸你们峰姐了。我要跟你说吧，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因为我现在我才刚17，很多那个工作啥的我去不了，很多去不了，所以挣不了啥钱，挣不了钱就没法儿。现在你17，这是你最大的资本，没有零花钱这个问题。谁来了？奥斯，哎，谁来了？哇，欢迎奥斯，欢迎奥老师，你怎么上麦了？我操，奥老师，我怎么就不能上麦了啊？待会儿给你踢出去。来参与我们奥老师很厉害的，我跟你们说。奥老师讲原来我们奥老师就是感情达人，我跟你们说，没有什么他不能答疑解惑的，他是感情达人。啥子感情达人嘛？你不是自己这么说的吗？你说有困惑就找你，这是没有啊，我只是深耕在男性觉醒的道路上啊，要让兄弟们不当舔狗，把这一条贯彻到底。那你这麦上这5个人都不是啊，
行你这，那你这今天奥斯的那情感你看小课堂妙老师到此结束了。妙老师都给你报了，他说奥老师跟他说过，感情经历很丰富啊。就奥老师，来都来了，你还想走？我们啊还想精进一下。给小孩教育一下。对的，不是，你看二哥那么承认你，肯定是有一手的。啊，只有一手吗？不是那你们谁在讲故事？接着讲呗，有谁需要？我怎么吃的这么狼狈呀？吃汉堡这种手工汉堡很正常，对呀、好吃就完事儿了。奥老师，我们没人任何需要去问你，只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辉煌过去。对，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辉煌过去。没错葵的。花群众，就我的辉煌过去就是当舔狗的，你当过几次啊？你当舔狗？我当舔狗，我追一个妹妹追了2年没追到。谁啊？哎呀，我天！娘嘞！你不认识啊？你在我的不认识，记忆里，你没有什么当舔狗的记忆啊，朋友。就是奥老师上当舔狗的个会员，然后把他的那个抖音号推在那里。不是当舔狗这种是很不光彩的，为什么要分享出来呢？是吧？我说你追的是妹妹，可我追的也就第一个是妹妹，后个现在你还这个是追过男的姐姐？呀？不是，柯蒂追的是姐姐。哦，哎呀，对呀，是姐姐。没事儿了。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比我大6个月呢，比我才6个月，那叫姐姐嘛，哎呀，真的是。那苗老师都给你报了，你还不展开说说？不是按天津话都是姐姐吗？姐姐，什么谈过10几个，差不多没有2年那么快，2年谈过7、8个，一共谈过10几个。你谈来捋一捋，从第一个开始。你谈什么？你谈棉花吗你？不是，我跟你讲，那有的都我跟你说不是谈，我跟你说，我给你们讲啊，我给你们讲，就是怎么说呢？不是，那你不光谈，你还有动作呗？不是，就是我跟你说啊，越描越黑呀，奥老师。你好好讲啊，你好好讲啊。奥老师，这今儿录着，咱开始录屏吧。作为一个觉醒男性啊，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会2年谈了7、8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就是很多情感里面，他们尤其是成都这边啊，我要开地图炮了啊！尤其是成都你这边，小心点开，别给我直播间开门。不是，真的就是成都这边的，就是一般都是女尊男卑啊，就是在一段情感里面，就会导致很多的小姑娘，她们只是单方面希望能找一个包容她。就是一切的男人，然后照顾她，但是她并没有想的是要怎么让就是自己要付出，你懂我意思吧？她就是只会索取，所以导致于我和一个女生走得近一点，相处个半个月之后，我发现她是索取型之后，就结束了，甚至于有的时候最快的连手都没有拉过，可能4、5天就分了。所以大家就不要以谣传谣，我这个只是相处着试试看，可能连谈恋爱都说不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奥老师，你他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啊。哦，苗老师也在场啊。哎，上灯牌了啊！到点了，过点了。成都林心如那是圆脸寸头络腮胡啊，兄弟。圆脸寸头白袜络腮胡，那不是唐主任吗？神经。那我为了你这句话，我得买个白袜子找你去。哎，好，一定要把他拉到小腿啊！一定要把他拉到小腿。有病吧？哎呦我去，这都是啥嘛事儿呢？这都是嘛事儿呢？对，你们讲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未成年啊。对，别把柯蒂。哎呀，现在的小孩子知道的比你还多，还未成年，真的也是。哎，平台可不管你这么多。
我们又没说什么过分的事情。谢谢英文老师的定制跑车，这是你送，这应该不是送给我的吧？对，送给奥斯，送给奥斯。这是奥斯的。谢谢英文老师的定制跑车啊！谢谢英文老师的定制跑车。来，我给你表演个翻跟头啊！我给你表演个翻，嘿，来准备啊！我给大家整个活，3、2、1，嘿！哎你们没看到，那算了。那这有这个定制跑车，你可以讲第二个了。啊？不是。哦，不对，我可以选到奥斯身上。对，你可以选到奥斯身上。对。你选到他身上就是他的。谢谢二哥的小心心。不是，奥老师，我也给你刷个礼物，你也来讲一个啊。就是一个热气球啊，赶紧讲。不，最好一吻定情。哎，一送，就是我给你们讲啊，作为一个来时路啊，就是我发现，就是我这个人啊，就是我是比较蠢的一个人。有一些海王，有一些厉害的男生啊，他是从天生对于情感方面就是非常敏感的。然而我不一样，我是全部要踩个坑之后，才知道长记性啊。就比如说我以前就是他妈的，就是那种极致的去讨好。哎呀，脏话啊！哦，好，我以前就是极致的去讨好女生的那种当舔狗的那种类型。大学的时候追一个妹妹，追了2年都没追到。然后呢，我跟你说，后来有一天突然开窍了，然后就开始换女朋友。怎么开窍了呢？就是兄弟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两性关系，你和那个女生有没有故事，你只需要明白一个点就行了，就是你身上有没有特点吸引到她。就很简单一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看特别难追的女生，只要你有一点点吸引到她，你们就可以加深关系了。然后呢，这个吸引它是可以通过那种感知的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和一个女生啊，吃过2次饭，喝过2次酒，我丝毫没有就是没有发现她对我的依赖，或者说对我产生了需求感，或者说这种东西之后啊，就不要再去和他相处了。所以说，综上所述，得出结论就是想要谈恋爱，想要找到一个就是和自己相处比较愉快的女生，去多找几个女生，而不是说我看上了一个漂亮姐姐我一定要和她怎么样，这样你是脱不了单的。我就这样当了2年的舔狗。兄弟们，懂我的意思吗？可弟听懂了吗？我懂了。奥斯今儿豁出命去说的这些东西，奥斯这都是干货，你可以一下钓好几个，但是你不能挂住一棵树。不是，我跟你说，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一下钓好几个。什么叫钓？我告诉你，钓就是你已经就是说对那个女生表现出了你对她的好感，并且你想表达出和她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你想和她肢体升级。这种情况下，你们俩已经进入到暧昧关系，你和好几个人暧昧叫做钓。但是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让你和女生相处，知道吧？就是当做朋友一样，放下性别，放下你的那个想追她、想脱单的这些心情，你和她去相处着，你就能发现你身上的有什么特质会吸引到她。然后我给你们说一个，就是渣男经常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是这个东西，你笑什么笑？这个东西可以不用教了。阿老师，你看看喵老师说的这些话，细说肢体升级，怎么说了直播间要疯？不是，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你们想的那么肮脏。什么叫做肢体升级？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在和一个女生接触的过程中，我去拉她的手腕，让她小心一点，然后牵她过马路。我帮她整理一下她的头发，帮她整理一下她的妆造或者说帮她擦一下嘴这种。但是一定注意，肢体升级这个东西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兄弟们，在没有察觉到那个女生对于你的好感度之前，我千万不要盲目的肢体升级，要不就会真的变成很油腻的一个事儿。你明白吧？奥老师说得好。奥老师今天晚上喝了吗？没有啊。
没喝都多了。饿了。那个奥老师说的对，奥老师对说的肯定是对。就是我跟你说，具体情况要落实具体经验得落实到就具体情况上。所以我说的那个什么对女生产生的吸引可以有很多，不同年龄段的女生所需求的东西也是明显不同的。兄弟们一定要记住啊！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20岁左右，哎，10几岁，比如说我们的阿珂，哎，我们的涛弟这种年纪的，那你我27了，哎。你那是柯弟，不是涛弟。哦，好，柯弟啊，阿珂，就比如说10几岁的小姑娘需要的是什么？10几岁的小姑娘需要的是你了解她，你理解她，你能够迅速的，就比如说你喜欢的那个姐姐，那我问你，那个姐姐，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知不知道？这我真的不清楚，那你我还真的不清楚，那你追个嘚儿。也是哦。我跟你说，追女生她其实就是情报战，在一定的情况下，她就是情报战。你知道她的一些情报，比如说她非常喜欢某个 IP 啊，她非常，比如说我们峰姐喜欢那个玉桂狗儿，哎，这个兄弟们都知道啊。所以说，如果哪怕你只是和她一个普通关系的朋友，再给她送玉桂狗，尤其是在他很想买一个玉桂狗，但是他又舍不得钱的时候买给他，那你会非常的加分。这个就是情报站带来的好处。当然送的人太多就没用了。所以兄弟们，你们也千万得小心那种追的人很多的女生。嗓子是没吃，什么叫嗓子吃开了？我该痛还是痛。这我明白了。谁是唐山第一深潜？唐主任吗？那个老九啊，你可说错了，我吃不下了。这分明是四川第一那个咋说来？我觉得奥老师今晚上不容易啊。怎么？太清醒了，这发言。我祝你我得能看见感谢一下奥老师，谢谢奥老师让我懂得这么多道理。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兄弟们道理都懂，但是要实践起来很难。吃不下了。那个我这订婚了的，我是不是可以发言了？哎，好，什么？耶，订婚了？那陶弟陶弟，没，快了，哟，快了，预计是今年10月份。陶弟，还订婚，这还有俩离婚的呢。好吧，那我眯着。你的前辈很多呀。是的，都是哥哥。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吃一顿唐主任的喜酒啊？哎呀，唐主任喜酒可能是再接再厉再转会。还有一文老师的喜酒呢。这是在干嘛？怎么就放上匆匆那年了？你在干嘛？怎么开始匆匆那年？什么叫做游戏都不打了，专心听八卦？哪有八卦了？这是在教兄弟们怎么谈恋爱呀！真的是，我不寻思配个乐嘛，是不是？你就开始回忆学生时代了。那学生时代不就成功了一个吗？有一个学生时代脑子不好使的。还有一个学生时代胆子小的，是我吧？是的，柯迪。就是，而且我有时候很好奇啊，就是学生时代的男生，他向一个女生表达一些东西的方式，都非常的让人匪夷所思，你们不觉得吗？这个我觉得，我上学时候也很迷惑。就比如说有一个男生私信聊天的时候，聊着只是要给我唱首歌啊，然后他自己录了一首歌发我，什么歌？一次就好。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就那歌。哎，我跟你说，这个也太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说，现在的很多男生很难，尤其是年轻男生啊，他们很难从自己的认知里面把自己摘出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我觉得他们很容易自我感动。对，就是因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有人这样对他的话，他会很感动，所以就会这样对你。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深情的东西，也是说的不好听的，可能10几岁的时候偶像剧看多了，匪夷所思的都是害羞的。10几岁我看什么？就比如说送我围棋，给我整神了。没有说围棋不好的意思，只是突然收到了一个叫做围棋的礼物的那一瞬间呢，还是有点疑惑不解。10几，我想了想，我10几岁的时候，我那属于耳机里听着评书或者相声，然后打着英雄联盟。然后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是耳机里边有时候听着周杰伦，但是手机上是看着凤姐直播间，这是我现在。我看我这喜马拉雅都多长时间了？我看一眼啊。我的耳机里，你和陈老师那个，你不是说有一个姐姐有点苗头吗？没了。为什么？没了。这不就是刚才那个一个敢问一个敢答的内容吗？怎么就没了呀？你是不是作为男生一点都不主动呢？累了，说实话，大家都累了。能约出来吃饭吗？常规操作吗？除非碰到那种特别心动的吧，不然真的懒得动啊。我说真的。哦，也对，我们要的，我跟你说，兄弟们一定要双向奔赴啊，不能男生一个努力，一个人努力没用的。对，没错。你们凤姐高中的时候哈，我也是有暗恋过别人的，但是呢，我是不求回报暗恋型。然后我会干什么呢？我会疯狂到一下课就跑去看他，因为他也是学艺术，他要弹钢琴嘛，他平时然后是高年级的，然后呢，我会一有时间争分夺秒，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看他，我只是看他，我就很开心。我只是看他，或者我在门外面听他弹钢琴，我就觉得我幸福的不得了。正常。但是我绝对不会去找他，因为他有女朋友。上年纪就心动不起来了，那屁嘞！我们屁嘞，就是只有一种，就遇到了，你说不准，但是也有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都有可能啊。你看花喵老师经常排切的妹妹不是心动妹妹吗？真的是，只是说我跟你说，对吧？就是有贼心没贼胆呗。对，说对了。那个唐哥，我问您个问题啊，我叫酒后吐真言。不是，唐哥，我问个事儿啊，就现在目前有2个选择，一是跟兄弟们出去吃过饭，二是跟对象出去约会，你选哪个？这个点儿约会？不是，就是假如就这种情况，就是兄弟们叫我出去喝酒，二是对象叫我出去约会，你会选择哪一个？我告诉你，最好的法就是带着对象跟兄弟们喝酒。没毛病，就完了吗？好有道理啊！你是经常遇到这种事儿吗？哪个女生不喜欢被人叫嫂子呀？他不是，他见面不叫嫂子，叫儿媳妇，这玩意儿谁顶得住？谁说女生都喜欢的？叫儿媳妇也行啊，份子钱拿来呗。要是有人这么叫我，我会跟他说你别搞。叫妈妈，哪个女生能抵挡住妈妈的诱惑，是吧？挖学弟。不瞒你说，奥斯《欢乐谷》那蛇精你知道吧？《欢乐谷》那蛇精，怎么你在追那个蛇精啊？不是，当然不是。我那是之前我跟他逗玩儿，然后逗玩儿他说让我周日去找他拍照，我说我周日得返校，我说不妨你来冒充我妈给我请假吧。结果呢，他一直叫我蛇蛋，然后我叫他老妈，有一回他当众学友叫我大儿，给我整的我天哪，崩溃。没关系啊，你就正常回应就好了。你要那种时候，我跟你说啊，那种时候是什么？谁怂谁尴尬，那你就要当着所有人对啊，妈妈，我喊了，我好喜欢你，妈妈。我叫了，我那就也直接叫的老妈。要现在直播间里已经，我跟你说，你不要叫老妈，你叫妈，我好爱你，妈。打断一下，刚才那谁的声音？那是奥斯的声音吗？我的呀。对啊。
是奥斯的声音，我不可能发出那种声音，我声音那么粗鲁，是吧？所以奥斯，毕竟那个蛇精人还很不错，现在跟我还互关的那小号。所以你真的想把她认作妈妈是吗？没关系的，孩子，是逗玩的那种，但不是真的。没关系的，你就跟瓦学弟一样，瓦学弟每一个瓦学弟都需要一个自己网络上的妈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跟他那纯只是开玩笑的，逗着玩的。那你说的跟瓦学弟他们真的要找妈妈一样，都是开玩笑，都是开玩笑。啊，这别说了，再说孩子要自闭了。什么奥老师解放天性，这不是解放天性，他就这样。奥老师一直这样，老师。奥老师一直这样。那很好。我觉得刚才奥老师再多叫几声，我都认为他是不是把卡尔流血了？太损了。这跟你说白了，我在追的那个，真的，其实也是欢乐谷里的，我在追的那个啊！你在追欢乐谷里的 NPC 呀？不是 NPC， 不是，那是谁呀？谁呀？但是我跟他已经提了，我要跟他继续当朋友。那就下一个，没有朋友可言。哎，不要和喜欢的女生当朋友，哎，见不见？只有女朋友和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别的选项。当朋友的话，我就是栗子啊，我不就是栗子吗？邓姐太尴尬了，根本聊不下去。聊不下去就不聊。聊不下去说明什么？你和他连天都聊不了，那你想和他干嘛？就是你天都连不了，你。在哥们儿人之类，要么就是女朋友，要么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我问你，你和他连天都聊不下去，你还想跟他干嘛？亲嘴吗？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生活里面能只亲嘴吗？那不行的。我就说你小子啊，你就是好色之徒，你就是糊人家身体，你知道不？我下贱是这话吗？你下贱。不是人家身子下播，换1、2、3的3，对吧？那我们首先找对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两个得臭味相投，你们俩得合得来吧？那能聊得来那是最重要的呀。我跟你说，你以前我也是呀，你还没有回酒店，注意安全，南瓜，注意安全，这么晚了。你就是馋人家身子，就我以前也是呀，约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出来，约出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小姐姐好好啊，回来之后我跟你说很尬，他聊他的，我聊我的，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很下头，不是我觉得我很下头，我觉得这个小姐姐很下头，为什么？因为她只在一直叭叭叭叭叭叭叭说她的，然后我说什么她永远接不上话。永远就是我给她情绪价值，那这种女生我真的是1秒很累。对，所以你们以后也是呀，找女生的时候，你得人家愿意配合你呀，对吧？就是明白，奥哥你说那个，就是两个人得聊到一条线上去，如果不在一个频道上聊不下去，也不会进行下一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你就清醒一点，这种时候干嘛？去你妈了个逼的！哎，对，你出去骂街，哥，您哥打住，你要不用别的词儿代替一下吧？去您妈！我用敬语去您妈了也不对啊。就是那个去年买了个表，我吃柠檬。我去年买了个包。去年买了个表，什么表？苹果表。老梗了。这我说的好，这是我老师进来，白老师进来了。哎，白老师已经上过麦了啊。上过麦，那算了，那我就不霍霍他。为什么这直播间搞得跟我会锁里了一样？你们干嘛呢？前面是在会锁里，大家都在锁里面，就是懊悔是吧？关键因为老师，咱俩作为这个老过来人。哎，你怎么知道他是甘肃的？哇，你好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不是我寻思我没有甘肃口音啊。大哥，您这还没有吗？大哥，您还没有吗？我听不出来哎，你们听得出来啊？不是啊，我普通话1G1的，考了的，怎么？高速口音是什么口音？我都没听出来呀。就是您说话着急的时候确实会有。好吧。这个很正常。你像我现在，你不能听出我来我是哪口音吗？不可能的。那现在有人能听出来我是哪儿口音不？啊，有人看过我资料。奥老师，天津人，哎，奥老师，我去香港玩的时候，人家说我的普通话真好。啊？我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售货员说我的普通话真好。我自己都害羞。那你那个你已经算是正音了。那我这个口音你们应该听不出来，我就带一点内蒙口音听不出来你们。我总感觉我的口音很多都是大碴子味儿，但是呢，天津味儿浓不浓啊？哥哥，说实话，我的口音很难听，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柯弟，你就明显能听出是天津人。对我呢？那就好，我们也是天津人。我觉得我的口音很难听出是哪里的，因为我老是口音变来变去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也一样。跑题就很容易是吧？那我这是咱熟了，峰姐。如果不熟的情况下，说话就是像你刚开始见我那样子，腼腼腆腆的，就感觉说话很腼腆，就是这个样子。你腼腆个狗屎呀！你腼腆什么？有什么好腼腆的？给女孩子说话就是要大大方方、端端正正的。你去跟她开玩笑，明白吗？好，我明白了。其实我现在跟女孩子说话也不赖。我现在跟女孩子说话，我第一个是说市里话，要不就是说东北话，我就把我那臭毛病压下去了，我就。哎，好，以后我跟你说，见到女孩子啊，心动女孩子，你上去跟她第一句话知道说什么吗？这有点考验我。你直接上去问她，小姐姐处吗？你看她什么反应？你敢不敢？我会被打死。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个不叫被打死。我跟你说，比如说愿意接你话茬的女生，比如说那个女生哈哈一笑说，哎，你在那说什么呢？人家有男朋友，哎，我说我有男朋友的，那 OK， 你就不用再和他处了。说，哎，你在那什么老不正经的，哎，这种跟你接你话的女生说什么啊？你说哦，那这种时候你主动说，哦，我说的处不处又没说和你处对象，处个朋友呗。那个时候你怎么听起来像个流氓啊？哎呦，流氓！不是可弟，奥老师的意思是，人家女生说了我有男朋友，然后你告诉那个女的说我也有男朋友。我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也有女朋友，我不是同性恋。那个柯弟意思就这么说，就是性别男爱好女 ，OK。哎呀，柯弟，你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我找的就是你男朋友。哎，下次这样说吧，我挺喜欢你男朋友的，可以介绍给我吗？你这么说就行。不是哦，对，不要乱学。在四川待久了，走吧，下次我带你去成都的 gay 吧玩。一般女孩子进不去，男孩子可以。你把头发收拾，戴一个小圆眼镜，然后穿个白袜子，然后跟着我学说话，然后就可以了。哎，什么跟着你学说话？我教你怎么装 gay， 我会装，我跟你说。哎，玩完了记得回来给我讲故事。那个这个要求不多，写2000字，2000字观后感就行，别写多了，写多我们看不下去。你们想去熊趴玩一玩吗？不想去，滚！我操！你经常去，你这。哎，就是兄弟们，现在我有个特别尴尬的事儿，我害怕打雷，我现在不敢睡觉，该怎么办？打飞机？这谁说的？刚才那句话谁说的？谁？那个军事上的事情就不要在频道里头讨论了啊！谁说的？谁？快点！谁？怎么不讲话？谁？柯弟进麦了。不是你们把我的嗓子都治好了。
你们把我的嗓子都治好了，我本来今天轻声细语在跟你们讲话，我现在开始咆哮。不是，真的不是我，好不好？不是我，我小姐姐，我怎么可能说？你刚刚那个是谁啊？不会是奥斯吧？你听是我吗？那就是我吧，啊。到底是谁呀？那听声音都不是我的声音，怎么可能是我？今天去什么月牙泉改吃演唱会？月牙泉还有演唱会呀？反正孩子现在人很麻，对象不在身边。那你就听个直播睡觉呗。你觉得我们这么劲爆的内容，他不得越听越让他换一个直播间睡觉嘛，听点 ASMR 睡觉。那不可能，听不进去。多好听啊！我可爱听了。那不行，我就不如听点评书啊。你看我现在听的是《佟林传》，听到200多章了，已经到那个倒玉玺的环节了。佟林传呐。去听点英语听力吧，老师，多听点那个，保证睡得快。那个听高数啊，不听高数，听高数。你就拿个板砖往脑袋一拍，更听不懂。或者来我家饭店，我给你灌醉了，你不就能睡得香了吗？柯弟，你个一瓶倒的选手，你说这话？我可以让一瓶什么倒啊？一瓶啤酒倒吗？哎呦，柯弟就是想去熊趴里玩一玩，找那些我跟你说大胸肌哥哥，你跟他到，然后重重的熊掌摁到你的肩膀上，说弟弟喝吗？那种时候，我跟你说你是招架不住的。对，所以我感觉我在我家饭店里还挺好的，我不要去那里。对，奥斯，有机会你来我家饭店喝点。你是下播还是我把奥斯飞了？我本来没打算播那么久，但是聊嗨了，聊嗨了，感觉你们还能讲好多有趣的事情呢。我现在特别想把奥斯飞掉。我也想。你走吧。以后你们来成都，带你们去那种好地方玩一玩。我跟你说，作为人一辈子非常的短暂，以后我跟你说，各种事情都是要体验的。你们体验一遭之后，你就知道，我跟你说，知道什么？知道那个男生到底是惦记你这个人，还是惦记你的那个皮燕子啊？就这么样一个。吸血鬼，你说啥？想起了郭德纲的一句话，什么话？我说奥斯，你带我进那里，我这么一个小身板到那儿，是不是就跟受鸡似的？我在那里边。你放心，他们不喜欢瘦的，你不用担心你啊。他们要么是猪，要么是熊，他们绝不喜欢干瘦的啊，绝不喜欢。你这么说吧，你这不用担心，担心的应该是唐主任、伊文老师、涛弟，我仨人担心这个事儿。你不会担心的。还有一个白白，对他们不喜欢你这种。奥老师，白白可以啊，白白这款可以，让他下次穿个白袜子，把袜子高高拉起。哎，涛弟你就不要点出来好吗？奥老师，你体验到哪一步了？我呀，我和帅哥哥喝过酒，哎。到了成都，他绝对带他们去九眼桥马路上。不用啊，不至于，不至于。只是说这种东西说的越嗨的人，其实他反而越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怎么就知道呢？都这样啊。一点半了啊！下播了啊！下播了。明天老灯小灯都有事儿，中灯的话也得上班。那老灯是谁呀？就中灯、小灯、小灯、小灯。那个未成年那个是属于。好啊！不是给我聊嗨了，怎么睡不着了，家人们。人在亢奋的时候会加速感冒的好。后背出没出汗？你摸摸。没出汗呀。脑门出没出汗？没啊，没出汗呀。这样吧，你们还不如让我测个温度计呢。等我测个温度计啊。直播测体温吗？对啊，谢谢温老师的梦幻蓝气球。等我测一个再下播啊，不要慌，见证一下小峰的体温。
是我还第一次看直播测体温呢。那你今天不就看到了 ？OK， 5分钟之后见分享。看看要恢复到36.5度，那就亢奋这点儿就好了。我包不可能是36度5的，我今天下午都还是37.5度呢。对，堂哥咨询您个问题啊，这个血氧低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吗？是啥？血氧低，血液的血，氧气的氧，血氧低。咋了？会死。我老姐最近是这么个状态，别低于90就行。已经低于了，会死。那你上医院吧。不是我老姐，我给你看一下。那你快让他上医院吧。你赶快去吸点氧吧，老师。去上医院吧。他已经去了，要不然真的就没了。这不是玩笑话，老师。因为我妈有哮喘，她前段时间血氧低，送急诊去了。血氧他这写的是81%。那赶紧上医院吧。赶紧上医院。已经去了。低于90就不行。他这上线就他那个表上显示是81到96，这来回徘徊，每小时平均。对，唐主任是医生，对的。不能低于90。明白。他这就很离谱。安老师上个会员吧。我谢谢奥老师的小心心。上个守护吧。啊？那什么东西？上个年会员。才看到，欢迎千岁优，妹妹的兵来了。啊！但是奥老师没有钱上。奥老师囊中羞涩。最近全身上下4个包包里面凑不出100块钱，这么牛啊！奥老师，我都没现金。哎，不是的，我支付宝、微信、银行卡搜完，一看欠了1000多，欠了1000多花呗，嗨。成都有一个店，你可以去打工，什么店？说你在吃啥？喝汤。奥老师，但是我现在很饱。11月给当军师啊，给谁当？给你啊。哟，二哥有情况。你要追谁？卖红。吸血鬼啊！要被你笑死。这个店是叫全聚德吗？全聚德，全聚德是烤鸭，老师，那不是活鸭。不是真有一个店是叫全聚德的，是有这么一个店的。你听说过？我感觉二哥有话要说，来连麦，二哥上线，来听听你的情感故事。有请下一位嘉宾，二哥。成都了。其实我觉得那些地方都不好玩，我跟那些地方没有什么缘分，我都是听大家讲。但是我觉得里面好吵啊，好吵，吵得我想死啊！以前成都的那个 Space 还是好玩，但是就是有点烧钱。而且我一般都是默默的坐着，什么一言不发，搁那玩手机，知道吗？坐着低头玩手机，时不时吃2块西瓜。对，这就是我。好，拜拜，明皇，拜拜。哔。肯定热啊，东皇，那可不，肯定热啊，热不死你。什么快下播了就不上了？当然，如果你的故事够好听，也是可以上的。要不我下让二哥来上，刚好我也要去休息了。柯迪该休息吧。柯迪早点休息，你现在还年轻，长身体的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睡觉，多喝水，多吃饭，少当舔狗，少撩妹啊！我不会的。那个早起飞啊，少进入金水频道啊。行吧，还年轻。你说当舔狗那个，我觉得我现在是不会，因为我现在交往的很多女生都是比我大的，我只会拿她们当姐姐一样来看待。
我跟你说，你这个思想就非常的正确，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比如说啊，你给一个小姐姐当舔狗，那你就是舔狗；但是你给100个小姐姐当舔狗、当备胎，那小姐姐就是备胎，懂吗？你在录我的声音？这什么？这都什么玩意儿？我只会拿他们当亲姐姐一样看待呀。都比如说，行，亲姐姐可以。你看我就你对亲姐姐，哎，亲嘴的亲，哎嘿，你们能不能，人家别把人家未成年吓着喽。哎呀，你看这小伙未成年就已经开始认人家姐姐了，姐姐，你还说吓到人家？我未成年的时候才没有这胆子呢。你看柯蒂简直，哎呀，我觉得我今儿晚上奥斯肯定是喝了假酒了。哪有？姐姐多吗？我要说我凤姐排第一，只有真真敢排第二。这话可不行说啊！这话不行说啊！那这话我可录屏了啊！录屏了啊！你这是给我凤姐招黑啊！我凤姐反正是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大的一个，没有之一。好，你可以说凤姐是最大的，但你不能说别人是排行第2的，你懂我意思吧，柯蒂？那我能说真的是并列第一。什么东西好马都不是好人。可以说这种话可以说。我跟你说，男人就要做什么？做端水大师，我们要随时一碗水端平。老师，柯蒂，那我你说奥老师是不是排第2？啊，对，我说奥老排第一。我要说我凤姐排第一，只有真真敢跟他抢。所以我是老2。那柯蒂，你要试试我的老2吗？等我，喂。我真的要把你踢出直播间！别，二哥！我要讲脏话了！我现在有一句脏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个体温计时间到了，凤姐体温表到点了，下播了。我差点干出上班状态来了，我真的要给他2个耳屎了，真的。他开玩笑的，家人们，我看一眼体温下播了。来实时播报一下。嗨，琪琪，我现在的体温是37.3。吃点药缓一宿，基本就好差不多了。吃点药，下播睡觉。晚安了，家人们。那下次不要再让奥老师上麦了，太恐怖了。路过的人会怎么看我的直播间啊？你看人家路过的人说我们直播间没一个好人啊，你看看这多吓人啊！啊，这多吓人啊，多吓人啊！太吓人了，不要搞这些啊！不要搞这些，差点1毛进入上班中。宝宝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啊，对，因为我感冒了。你笑嘛，哼！你皮嘛，你就继续皮嘛，当然一巴掌就拍到你脸上去了。好，谢谢一文老师直播间支持陪伴，晚安。谢谢唐主任支持陪伴，晚安。谢谢喵老师支持陪伴，晚安。谢谢二哥支持陪伴，晚安。谢谢 MP 的支持陪伴，谢谢陶体支持陪伴，晚安。谢谢安人师笑，晚安。谢谢吸血鬼支持陪伴，晚安。谢谢奥老师啊，晚安。谢谢山梦，晚安。我为你不要再晚安，南瓜晚安，这个的晚安，琉璃晚安。哎呀，琉璃晚安，不会开车番茄晚安，千岁晚安，翔晚安。我打嗝了。黑胖子晚安，琪琪晚安，大孩晚安。摘了我看不见，朋友，你让我把眼睛摘了，我就是个瞎子。拜拜。感谢深情情感达人敖老师捧场。拜拜。晚安。